翌日，想什么呢？如此入神。臣妾只是在想，今日有殿下陪着回门，真是臣妾的福气。哦，本王陪你回门，你很高兴？当然高兴啦，有殿下陪着，臣妾才心安。放心，有本王在，没有人敢欺负你。宋昭月也不知这话是指今日安阳侯府没人敢欺负他，还是也指裴明旭今后会给他撑腰。臣等参见燕王殿下，殿下千岁，千岁。都起来吧。众人起身，簇拥着裴明旭和宋昭月进了福寿院正厅。午间热热闹闹用过宴席，漱口盥洗手后，宋替手邀请裴明旭去前院稍坐，让宋昭月和老太太说些体己话。不必，还是让月儿陪本王去园子里走走消食。说完，他不理会宋替手等人的反应，便携了宋昭月一同往外行去。这园子虽然不大，倒是布置得颇为雅致。那是自然，听说是建府时请江南名家设计的。以前妾身不能出门，每日最喜欢的便是在园子里转转。哦，看不出来月儿还有这般雅兴。不过今后我会常带月儿出门。多谢殿下。绕过水榭，裴明旭见时辰已差不多，便准备折返打道回府。二人路过假山旁的拐弯时，一道红色的身影突然从假山后跌了出来，直直地朝着裴明旭撞了过去。殿下小心！电光火石间，裴明旭的眼眸一凛，飞起一脚将那红色的身影踹飞出去。砰的一声闷响，红色身影重重地跌落到了青石板路上。宋昭月心里暗叹一声，真是蠢货。哎呀，殿下，你没事吧？福顺见到这变故，连忙带着人上前。去，请安阳侯和宋夫人过来。是。福顺应道，连忙派人去请宋替手和老太太。我的儿啊，你怎么了？你别吓唬娘啊！福顺见状，不慌不忙地站出来，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老身教导无方，让这孽障冲撞了殿下，还望殿下恕罪。还请殿下恕罪。宋明烟的眼皮动了动，意识逐渐回笼。嫣儿，你醒了。娘，我的儿啊，你怎么样了？哪里疼？娘，我怕。不怕，娘在呢。宋大小姐心思不纯，今日多有失仪，眼下还冲撞了本王。本王看，不如送去慈安庙里修身养性吧。不，我不要去慈安庙，殿下，我不要去。嫣儿，你别乱动，小心伤势。殿下饶命啊！嫣儿她只是一时糊涂，求殿下看在她年纪尚小的份上，饶她这一次吧。殿下，请您息怒，舍妹只是一时糊涂，并非有意冲撞殿下，求您看在父亲和祖母的面子上，饶恕她这一次吧。殿下，都是微臣教女无方，冲撞了殿下，还请殿下息怒啊！求殿下就饶了她这次吧。宋昭月看着宋明烟，眼里闪过了一丝复杂的情绪。人蠢真是没办法。裴明旭今日这一脚，宋明烟怕是下半辈子都得与药为伍了。刘广宗那件事后，自己还可惜没让宋明烟吃足教训，没想到他今日作死，让裴明旭替他补上了。殿下，姐姐她只是一时大意，并非有意冲撞殿下，如今她已然后悔莫及，还请殿下看在她年纪尚轻，饶了她这一次吧。既然月儿求情，本王自然要给月儿面子。今日之事，本王便不予追究，但今后如有再犯，绝不轻饶。谢殿下开恩，谢殿下开恩呐！宋明烟更是如蒙大赦，虚弱地朝着宋昭月的方向看了一眼，眼里满是感激和后怕。谢殿下开恩，多谢妹妹。殿下，姐姐身子不适，不如就先让她回去吧。裴明旭抬眼看了眼宋明烟，见他感激地看着宋昭月。如此也好。多谢殿下，多谢侧妃娘娘。柳氏闻言，忙向裴明旭和宋昭月行礼谢恩，之后便让宋杰明将宋明烟小心抱起，匆匆而去。老太太等人看到这一幕，心中五味杂陈。
他们这才真正的彻底意识到，如今的宋昭月早已不是那个任他们拿捏的庶女了，她是燕王的侧妃，深得燕王之心。她的一句话比他们说破天都管用，从今往后是他们要求着她了。宋昭月进府的时候是8月下旬，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如今已到了9月初时。燕王府的另外一位侧妃黄灵如即将进府。宋昭月看着花园西边已经挂满红绸的翠华居，心情复杂。他这半个月和裴明旭相处超出了他的预期。裴明旭日日宿在他的院中，他们同寻常夫妻一般朝夕相处，而如今他独占裴明旭的日子即将结束，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开始。姑娘，您看什么呢？绿珠顺着宋昭月的目光望去，见他正在看着翠华居的方向，顿时会意。您是在担心皇侧妃进府？没有，只是有些感慨，毕竟今后燕王府后院就不是我一人了。姑娘，您可别多想，殿下宠爱你，就算是皇侧妃来了，也抢不走殿下的宠爱。人家皇侧妃也不是吃素的。选秀时我们同住一屋，她容貌、女工、礼仪等等样样出色，每次考评都排前列，一手苏绣，宫里的嬷嬷见了都称赞不已。你家姑娘我，女工拿不出手，每次都只能排到中等，到现在都没有好意思给殿下绣个什么东西。绿珠见自家姑娘灭自己的气焰，长他人威风，顿时急了。我的好姑娘，您女工差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从小就是。姑娘，要奴婢说，您如今啊，跟那画本子里的妖精似的，这些天在殿下的滋润下，可是越发美了呢。奴婢每日看着你，都要被你迷晕了。殿下又不是瞎子，自然知道该疼爱谁。我要是妖精，第一个就把你吃了。姑娘，奴婢是夸您呢，您自己难道就没发现自己越发美了？这都是殿下的功劳。你这丫头胆子越来越大了，连这等瞎话也敢乱说。奴婢说的可是实话，殿下又不是瞎子，放着您这么一个大美人不宠爱，去宠爱皇侧妃。姑娘这么美，奴婢今后可是一步也不想离开姑娘了。不是有一句话叫秀色可餐，每日看着姑娘，奴婢都能多吃一碗呢。你这张嘴啊，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是啊，他怕什么？他有什么好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困境如何，总是有破局之法。夜幕降临，宋昭月寝居内燃起了淡淡的熏香，香气旖旎，如丝般缠绕。殿下，您今日怎么回来的这般晚啊？怎么，今日才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宋昭月不答，只是起身走到了他的面前，双手勾住他的脖子，红唇轻轻地贴近了他的耳畔，吐气如兰。殿下，妾身想……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裴明旭一把抱起，朝着床榻而去。这可是你自找的。裴明旭低沉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眼眸中燃起了熊熊烈火。床帐内春色无边，帐暖香浓。他知道宋昭月今夜为何如此反常，无非是因为明日皇侧妃就要进府了。平日里娇气到才闹一次便撒娇求饶的人，今日却缠着他不肯罢休。想到这儿，裴明旭轻轻地将宋昭月揽入怀中，两人相拥而眠。突然，窗外传来3长1短的鸟叫声，打破了夜的宁静。裴明旭猛地睁开眼，眼中金光一闪而过，哪还有半分睡意。他眉头微蹙，正要翻身下床。殿下，怎么了？无事，我去书房处理点事，你继续睡吧。宋昭月已是困极，勉强地应了一声，便又沉沉睡去。书房内，裴明旭坐在太师椅上，面色冷峻。说吧，什么事？殿下，王侍郎府上探子来报，皇侧妃身份存疑。说详细些。探子今日无意间发现，皇侧妃身怀武功，身手不凡。不仅如此，探子还发现，今晚王侍郎同皇侧妃在书房秘密议事。书房秘密议事？这更奇怪的是，王侍郎对皇侧妃毕恭毕敬，不像是妇女，倒更像是下属对主子。一个身份不明、身怀武功，甚至可能操控身为朝廷正3品官员父亲的女子，究竟是何方神圣？皇家到底想做什么？如今朝中的局面看着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
一个不慎就可能会前功尽弃，将整个燕王府搭入进去。这样的女子进府，不论是否有宠，都将是一个大麻烦。明日就是皇室进府的日子，如今这局面是本王疏忽了。殿下恕罪，看子也是刚查到这些，时间紧急，还来不及挖出皇室妇女的底细。起来吧，此事怪不得你。细细挖，务必查清皇室妇女的真实身份，她们背后的目的。是。还有，翠华居伺候的人全部换掉，换成暗卫营的人，给我严密监视皇室的一举一动。殿下放心，属下这就去办。等等，你去府医那里，让他配些曼陀罗、幻梦和春药，明日再派名女暗卫跟着本王。王生一愣，曼陀罗幻梦有迷幻之效，加上春药可以让人如身临其境般做场真实的春梦。殿下这是要……是殿下。王生退下后，裴明旭习惯性的继续敲着桌面，陷入沉思。不知皇室这事到底是哪位兄弟给他下的套，还是皇室的主子并不是他的几位兄弟，另有其人。不过无论是谁的人，皇室进府后都会被严密监视，就算他有三头六臂，在燕王府也绝不可能翻出天去。查清皇室和皇室郎的身份，还有背后主子，只是时间问题。既然这皇室明显有问题，那他正好利用他当靶子，一来说不定能钓出大鱼，二来也正好可以将月儿隐藏起来，不惹人眼。傍晚，宋昭月正准备用晚膳，却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传来。他抬头一看，只见裴明旭一身玄色的锦袍缓步走了进来。殿下。裴明旭这时候不是应该在宴客，或者在翠华居吗？怎么，不欢迎我？殿下说笑了，妾身自然是欢迎之至。殿下，今日您怎么有空来我这里？我今日就不能来看看你吗？殿下，您莫要逗妾身了，您知道妾身的意思。今日是皇侧妃进府的日子。我过来看看你，晚些就走。殿下，您今日能来看妾身，妾身真的很高兴。妾身只是希望殿下见了皇侧妃后，莫要忘了妾身。愿我如影，君如光，时时追随，相厮守。只愿君心似我心。另外半句定不负相思意，他并未说出口，但这已经是他第一次对女子说这些。善后华灯初上，时辰差不多了，裴明旭该去翠华居。裴明旭却不紧不慢地用着茶，丝毫没有起身的打算。怎么，你希望我这就走？不是的，妾身只是什么？殿下，妾身心眼小，爱吃醋，打心底不想您过去。但是妾身知道，皇侧妃也是陛下赐婚的。今夜若您不去翠华居，传出去就是对陛下赐婚不满。所以，妾身宁愿殿下早点去翠华居，也不要旁人对殿下不利。玉儿，你放心，定不负相思意。裴明旭紧紧地抱着宋昭月不撒手，直抱了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将人放开。这两人今后就伺候你，他们身手不错，你日后走哪都务必带着。奴婢见过侧妃娘娘，请侧妃娘娘赐名。宋昭月虽然奇怪他们都没有报自己的名字，直接让他取名，但看裴明旭也等着他给二女取名的模样，便没有多问。你就叫朱茵，你就叫白锦。朱茵，谢娘娘赐名。白锦，谢娘娘赐名。戴福顺领着二女退下后，今后你切莫让朱茵和白锦离身，尤其是见皇室时，皇室来路不对，你日后多加小心，少与他接触。此事机密，切莫与旁人说。王玲如从他的竞争对手变成了裴明旭的敌人，这是什么情况？宋昭月被裴明旭突然放的惊天大雷炸懵了，他困惑的眨眼，然后眼巴巴地瞅着他，希望他能再说些详情。你照我说的做便是，日后我自会告诉你。好，听殿下的。时间不早了，我先过去了，你早点休息。今日是皇侧妃进府的日子，燕王府披红挂彩，好生热闹。只是燕王今日未曾亲迎，就与半月前宋侧妃进府之时相比，显得失色不少。这落在有心人的眼里，自然就多了层深意。翠华居在花园的西南，
从桃夭阁过去需要横穿花园，如今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众人簇拥着裴明旭往翠华居而去。福顺作为裴明旭的心腹，自是知道黄侧妃有问题，今日的2个侍女是他按主子吩咐去王生那里精挑细选的。到了翠华居，裴明旭漫不经心地扫视了屋内一眼，在一张圈椅上坐下，并不打算去掀盖头。侧妃娘娘，您还是起身给殿下请安为好。黄灵如本含羞低头的端坐着，听了喜嬷嬷的话，心中微微一沉，但她很快便调整过来，忙掀了盖头上前请安。妾身见过殿下，殿下万福。起。妾身谢过殿下。声音娇媚入骨，像是进了蜜糖一般，若是寻常的男子听了，定骨头酥软，心痒难耐。只可惜裴明旭不动如山，似乎聋了一般，对上黄灵如望过来欲语还休的媚眼，他也视而不见。见皇室这般做派，没有丝毫大家贵女的姿态，倒似青楼楚馆中人。裴明旭的心中一动，或许王生他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看能查点什么出来。他不想多费口舌，直接抬了抬手，挥退屋里伺候的人。顿时太监和侍女鱼贯退下，福顺走在了最后。他出了新房后掩好门，便在门口守着，示意太监和侍女将黄灵如的陪房赶得更远，只留王府的人守在门外。新房内红烛摇曳，黄灵如含羞带怯，一双美眸不住地看向裴明旭，眼里满是若有似无的挑逗。翌日清晨，绿珠一边伺候着宋昭月梳洗，一边状似无意地说道：姑娘，您是没瞧见，今日一大早殿下就回了前院，连早膳都没在翠华居用呢。你怎么知道殿下回了前院？姑娘忘了，奴婢每日都要去大厨房提膳。这不，花园里照料花木的小顺子瞧见了殿下的仪仗，便偷偷告诉奴婢了。以后这些事莫要再打听了。怎么了，姑娘？可是奴婢多嘴了。并非如此，只是打听殿下行踪并不合府里规矩，日后若是有心人找事，就是现成的把柄。燕王府管理森严，严禁众人打听裴明旭的行踪，各院的太监侍女没有出行腰牌，不得随意走动。是，姑娘教训的是，奴婢以后再也不打听了。再者，知道的多了并非好事。燕王府永远不缺更年轻更鲜活的女子，今后府里的女人只会更多。每日想着裴明旭夜里去了哪个院子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过好自己的日子。裴明旭来了便笑脸相迎，他不来他就自得其乐。早膳过后，宋昭月屏退了左右，只留下了绿珠、朱茵和白锦。你们2个过来，让我好好瞧瞧。朱茵和白锦对视一眼，恭敬地走到了宋昭月的面前，低眉顺眼地站着。抬起头来，我又不吃人。昨夜殿下在，他们不敢多看。宋昭月今日穿着一袭浅粉色绣海棠花的襦裙，朱茵和白锦看得都有些吃了。他们常年在安卫营训练，哪里见过这般美貌的女子？怎么，看呆了？奴婢不敢。好啦，和我说说你们自己吧。多大了？都会些什么？回娘娘，奴婢朱茵今年15了，略通药理，善使长鞭。奴婢白锦也和朱茵一般年纪，擅长暗器，轻功尚可。哇，你们小小年纪居然这么厉害！的确厉害，以后我们桃夭阁就多了2位女侠了。我瞧着你们手上怎么这么多伤啊？都是练功的时候弄的吗？回娘娘，都是些小伤，不碍事的。绿珠，去把妆台上那盒伤药拿来。是。绿珠领命而去。不一会儿，绿珠便拿了一个玉白的瓷罐回来了，塞到了朱茵的手中。你们等下记得回房上药，以后你们就安心跟着我，缺什么少什么尽管和绿珠说，她会帮你们安排妥当的。绿珠，你给朱茵和白锦一人拿10两银子和2匹料子，再让针线房给他们一人做2身衣裳。谢娘娘。朱茵和白锦眼眶微红，他们没想到这位美若天仙的侧妃娘娘竟然如此平易近人，还对他们这般好。2人暗暗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尽心尽力地保护好侧妃娘娘，绝不让坏人有机可乘。午睡起来，宋昭月慢悠悠地起身，对着铜镜照了照，眉眼间还带着几分慵懒的媚态。姑娘，您待会儿去花园走走吗？绿珠一边帮宋昭月梳洗，一边问道。宋昭月正想说还是在院子里看看画本为好，
门外传来小丫鬟的声音：“启禀娘娘，皇侧妃来访。”王侧妃？哼，这上午才进宫谢恩，下午就迫不及待的来他这儿，还真是有心啊。娘娘，这皇侧妃怕是来者不善啊。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也不能将他给拒之门外，去会会他，看他今日要唱哪出戏。去，请皇侧妃去正厅稍坐，我随后就到。是。小丫头领命而去。绿珠手脚麻利的帮宋昭月重新换上了一套淡紫色的绣芙蓉花襦裙，又梳理了有些松散的发髻。朱茵和白锦在一旁认真的学着，时不时给绿珠打下手。收拾妥当，宋昭月带着绿珠三人朝着正厅走去。朱茵和白锦一左一右，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他们来桃夭阁之前，福公公就交代了，务必跟紧宋侧妃，尤其是宋侧妃同皇侧妃相处时，更是寸步不离。苏妹妹可算来了，姐姐在这儿等候多时了。让皇姐姐久等是妹妹的不是。苏妹妹说的哪里话？你我姐妹之间何须如此客气？咱们姐妹好久不见了，自打上次选秀一别，姐姐可是日日夜夜都在想着你呢。多谢皇姐姐挂念。妹妹，咱们之前选秀时不还同住一屋吗？如今又一同进了燕王府，这个真是缘分呢。的确，皇姐姐说的对。说起来，姐姐本来想早点来看望妹妹的，只是昨夜有些劳累，今日姐姐稍作休息，便来看望妹妹了。黄玲如说着，眼波流转，故意将昨夜和劳累二字咬得极重。皇姐姐说笑了，你我姐妹之间何须如此客气？你既然累了，就多休息一会儿，这都在府里，日后多的是见面的机会。对了，宋妹妹，姐姐想亲自下厨给王爷做几道菜，只是姐姐院子里的厨房还没来得及收拾妥当，妹妹可否让人给翠华居的小厨房送些食材？姐姐有所不知，府里的事情如今都是福顺福公公在管，姐姐只管派人去和福公公说一声便是了。黄玲如一听，管家的人竟然是裴明旭身边的太监，而不是宋昭月，心中对宋昭月更加的鄙夷了几分。这宋昭月最早入府，离正妃刘月莹大婚进府还有2个月的时间，居然没有拿下管家权。要是他，一定想办法拿到管家权，安插自己人。真是白瞎了这一身的好皮囊，一点都不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多谢宋妹妹告知。皇姐姐客气了。二人又随意闲话了几句。宋昭月依旧是那副选秀时的模样，沉稳淡然，不善言谈，问到什么就是一问三不知。黄玲如坐了一会儿，见实在打探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便起身告辞了。送走黄玲如后，宋昭月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径直去了书房。黄玲如走后，绿珠便一直守在门外，时不时地往书房里张望。皇侧妃刚来炫耀殿下的宠爱，自家姑娘这会儿心里不痛快。自家姑娘从小心情不好，无法排解之时，便爱安静的写字。眼下她也不好前去打扰。朱茵和白锦想过来伺候，被她打发先去歇着。绿珠在门外候着，不让人来打扰，好让宋昭月写个痛快。燕王府前院书房，回殿下，皇侧妃回府后，便将策划区的丫鬟婆子都召集起来问话，每人赏了5两银子。哼，他倒是大方。他陪嫁的郭嬷嬷四处打听府中如今是不是宋侧妃在管家，还探听殿下之前留宿桃夭阁的情况。继续盯紧了皇室和他的人，有什么异动，立刻来报。是。殿下，午后皇侧妃去了趟桃夭阁，说是去拜访宋侧妃。他去桃夭阁做什么？听朱茵姑娘传回的消息是，她说是皇侧妃在宋侧妃面前炫耀殿下的宠爱。皇室果然不是个安分的。裴明旭的脸色大变，眼中寒意更甚。傍晚，翠华居里灯火通明，一股浓郁的菜香飘散开来。王玲如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奴才给皇侧妃请安。免礼，不知几位公公前来有何贵干？回禀侧妃娘娘，殿下特地让奴才们送来几道菜，请您趁热用膳。食盒中整整齐齐地摆放着5道精致的菜肴，色香味俱全。
一看便知是出自王府厨房的拿手好菜。殿下体恤娘娘今日辛苦，让娘娘早些歇息，今夜她便不过来了。公公辛苦了，替我谢过殿下。公公辛苦了，这是我们娘娘的一点心意，还请公公不要嫌弃。娘娘客气了，多谢娘娘赏赐。公公您看，我们娘娘做了些菜，想给殿下送去尝尝，不知那就有劳了。只是殿下今晚宿在前院书房，交给奴才们直接带回去就行了。那就有劳公公了，奴婢这就让人将菜装进食盒。送完前院太监，温嬷嬷看着黄陵如难看的脸色，娘娘，殿下这是体恤您，您就别多想了。奴婢刚刚打听过了，殿下并没给宋侧妃赐菜，可见殿下心里还是惦记着娘娘的。你去把其他菜都撤了，就留下殿下赏的。是。桃夭阁内，玉儿，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没有啊，倒是殿下今夜有些反常。哦，是吗？那为何我觉得玉儿今日有些不对劲，有一肚子话想问？宋昭月无奈，心中腹诽，裴明旭今夜到底是闹的哪一出？玉儿，你这是吃醋了？殿下说笑了，妾身为何要吃醋？还说没有？你这小醋包，连自己吃醋了都不知道吗？宋昭月被他抱着有些别扭，但很快就调整过来，老实的靠在了裴明旭的怀里，也不说话。玉儿，眼见不一定为实，你想知道什么直接问我即可，莫要被不相干的人有假象给糊弄了。殿下，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玉儿，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会碰他吧？我怎么会碰他？那皇侧妃她……我昨夜呀，给他下了点东西，让他做了一场好梦而已。下东西？好梦？没错，就是曼陀罗幻梦加上一点春药，让他做了场以假乱真的梦。那他身上的那些痕迹，不过是女暗卫的杰作罢了。哼，玉儿，这下总知道了，相信我了吧？宋昭月听得目瞪口呆，这也太刺激了吧！怎么，玉儿很是惊讶？没有。就是觉得你这操作真是够溜的。王灵如要是得知真相，定想要打死你这个老六。玉儿今日见了那女人，怕是没少腹诽我吧？殿下说笑了，妾身怎么会……还说没有？你这小醋包，连自己吃醋了都不知吗？宋昭月被他看得心慌意乱，只能将头埋进他的怀里，不敢再说话。好了，不逗你了。玉儿，你该知道，你是我自己选定的侧妃，不同于旁人，对你永远是与旁人不同的。我相信殿下。不过玉儿，你今日怀疑我碰了皇室，是不是应该拿出点诚意来赔罪呢？殿下，你……宋昭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一把抱起，朝着床榻走去。玉儿，你说要怎么检查一下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呢？不用了，我相信殿下，真的。我相信玉儿是相信我的，但是我还是想让玉儿亲自检查一下，免得你以后再胡思乱想。真的不用了。那可由不得你。窗外，一轮明月高悬，清辉洒落，映照着满室春光。福顺站在门外，听着房内传来的动静，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你们都给我机灵点，今夜殿下歇在桃夭阁，要是谁敢乱嚼舌根子，哼，仔细你们的皮。是。福顺满意的收回了目光，守在门口，不让任何人靠近。床帐内，玉儿，你放心，我不会碰皇室的，只会将它摆在明面上，当个靶子。
裴明旭的声音低沉而温柔，带着几分安抚的意味。侧妃娘娘，这是殿下吩咐给您准备的回门礼，已经装车完毕了。怎么这么多？也太破费了。嘿嘿，娘娘说笑了，您是皇上亲封的侧妃，深得殿下宠爱。今日回门啊，殿下自然是要为您撑足了面子的。殿下呢？怎么没见殿下？回侧妃娘娘，殿下今日啊，一早就进宫面圣去了，有要事要禀报。走之前还特意吩咐奴才，一定要伺候好侧妃娘娘您。那便走吧。黄灵如压下心中的不快，转身登上了马车。他本想借着今日回门宴向裴明旭引荐皇室子弟，没想到裴明旭竟然不去。9月15是云贵妃的生辰，云贵妃喜游乐。这一日，裴明旭携宋昭月和黄灵如一同进宫赴宴。花灯游园会设在御花园，男女分开。宋昭月不愿同黄灵如一道游园，略施小计，顺利地摆脱了黄灵如。他带着白锦慢慢逛着，刚要转过甬道，突然听到一阵娇笑声传来，夹杂着几句尖酸刻薄的讽刺。皇侧妃怎的如此不知礼数？见了主母也不行礼问安，怎么？皇侧妃这是不将燕王妃放在眼里？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吵起来了？只见几名男子朝这边走来，为首的是一名身着明黄团龙袍的文雅男子，正是当今太子裴明宗。裴明宗身后跟着3人，其中一人身姿挺拔，面如冠玉，不是裴明旭又是谁？殿下，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回禀太子殿下，皇侧妃如此不懂规矩，实在是有失皇家颜面。三姑娘虽尚未过门，但也是父皇亲赐的燕王妃，燕王府未来主母，旁人怎可怠慢失礼？五弟，你说是吧？太子殿下，今日游园会本就不讲究虚礼。他剑眉微挑，想起近日太子办砸的几件差事，陈国公在父皇面前力保太子，又拉他入局，想他为太子说好话，这些已经引起了父皇的不满。父皇虽然希望他能偏向太子一系，给太子虚张声势，但并不希望他完全倒向太子，打破朝中的平衡。今日之事正好是个机会。皇室册封以下是正2品侧妃，刘姑娘虽然已册婚，但尚未成婚，如今还是5品级的臣女，按礼法，她是要给皇室行礼的。裴明旭此话一出，黄灵如顿时笑开了，看向刘月莹的眼神满是得意。是啊，今日游园不必计较繁文缛节，父皇还在御花园等着我们呢，可别让父皇久等了。太子便顺势下了台阶，领着众皇子匆匆而去。莹娘，你到底想干什么？太子哥哥，我不想嫁给燕王，真的不想嫁。你这又是何苦呢？圣旨已下，你我之间，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可是我祖父祖母，他们逼我。莹娘，你且听我说，你嫁给燕王是父皇。我不明白。太子哥哥，我只想和你长相厮守。燕王，如今我想到他就厌恶的紧。太子哥哥，你也看到了，方才他竟然敢那样羞辱我，让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我不想嫁给燕王。太子哥哥，难道你都忘了吗？莹娘，你冷静些，孰见你我之间身份已定，今后绝不能僭越，落人画饼。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的温柔。你放心，我不会不管你的，你永远是姑的表妹。太子此刻心中只有后悔，当初怎么就招惹了刘月莹？刘月莹已是铁板钉钉的燕王妃，还不肯断。此事若是被秦王一派的人知晓，他的太子之位都可能不稳。那我们就这么算了？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嫁给燕王？太子哥哥，我宁愿自裁，也不愿嫁给燕王。莹娘，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可老五他仗着自己手握重兵，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可恨父皇看重他，我如今也是有心无力啊。莹娘，你说过的，你愿意为姑做任何事，姑希望莹娘你能进燕王府做内应。老五篱笆扎的紧，水泼不进，东宫的探子根本无法探到有用的消息。
但你不一样，你是燕王妃，能做的事情就多了。若是能拿到燕北铁骑的虎符，那秦王将不足畏惧。你放心，今日之辱，我一定会为你10倍、100倍还回去。你且先委屈些时，待我登基之后，我们就可以长相厮守了。太子哥哥，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何时骗过你？你且安心待嫁，我会安排妥当一切。你放心，总有一日，我会让你风风光光的站在我的身边。你说过，你喜欢西山的红叶，到时候我就封山，只带你去赏红叶。太子哥哥，我答应你，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忘了我们的。太子紧紧地搂紧他，眼中闪过得意和阴狠。宋昭月忍不住悄悄抬头，瞥了一眼裴明旭的脸色，只见他一脸平静，似乎正在假山中纠缠的二人与他毫不相干。他着实佩服裴明旭的淡定，心中不免有些忐忑。这算什么？偷听刘月莹和太子的墙角，原以为只是男女之情，却还听到了太子哄刘月莹做内应偷虎符这么劲爆的消息。宋昭月正胡思乱想着，突然听到假山深处传来一阵暧昧的轻响，他顿时无语，有些脸热，这也太尴尬了吧。就在这时，宋昭月的耳边响起了一声极轻的笑声。完蛋了，他不会是被气疯了吧？裴明旭看着宋昭月惊慌失措的样子，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裴明旭拉着宋昭月，二人转身离开。一旁候着的福顺和白锦见状，也赶紧跟了上去。主仆4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假山，朝着千秋亭的方向走去。远远的就看到千秋亭的宫宴已经散了，宫女太监们正领着各家夫人小姐出宫。你先出宫去。殿下，那你呢？我还有点事要处理，你回去休息。宋昭月猜他这要去处理的事情大概率同太子和刘月莹脱不了干系，但也没有多问，便带着白锦朝千秋亭走去。看着宋昭月随着宫人朝宫外行去，裴明旭转身望向了假山方向，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他的这个二哥真是够好的，燕北铁骑的虎符岂是他想拿就能拿的？还真以为拿到了虎符就能号令燕北铁骑了？要是这样，先皇和父皇当年又何必大费周章呢？回了桃夭阁，宋昭月草草的洗漱后，便遣退了守夜的侍女，独自一人睡下。但她躺在床上，却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怎么，睡不着？殿下怎么来了？料想你会睡不着，所以过来看看。殿下。宋昭月的心中一暖，裴明旭脱去外衣，先被躺入。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殿下，您今夜为何不见丝毫惊色？莫不是早就知晓刘姑娘与太子殿下之事？是。殿下您何时知晓的？上至赐婚那日。那您……只是未曾想，她即将嫁入燕王府，竟还如此大胆，敢今夜与太子幽会。今日云贵妃生辰宴，御花园满朝文武云集，若被人撞破，他们二人自是身败名裂，我亦会沦为笑柄。太子也真是个无耻的，竟然让刘姑娘给他当戏做，还想偷殿下的虎符。我原想待他入了燕王府，若能安分守己，尽到燕王妃之责，我亦会与他应得之体面。但他既然如此不识好歹，便休怪我无情。殿下，那您打算怎么办啊？如今尚未到与太子撕破脸之时，莫要担忧，我自会妥善处置。刘氏入府之后，断无兴风作浪之计。宋昭月乖乖点头，心里却忍不住感叹，自己的运气着实不赖。此次选秀赐婚，裴明旭仅选了一个正妃，2个侧妃。侧妃黄灵如身份存疑，被裴明旭视作细作和敌人。正妃刘月莹与太子纠葛不清，无意自绝于裴明旭。如此看来，只要自己安分守己，于燕王府后院自是能站稳脚跟。立正殿内气氛凝重。草原探子有消息传回，安之，你将消息同众人说说。景熙帝看向了兵部尚书钱泰。微臣遵旨。草原探子传讯，鞑靼各部蠢蠢欲动，恐有南下之意。鞑靼今年牛羊瘟疫严重，损失惨重。
如今冬季将至，其缺乏越冬粮草，如今正蠢蠢欲动，欲劫掠周边。鞑靼内部对此事意见不一，惧怕燕北铁骑军威，左部倾向于北上，劫掠北蛮，但右部则认为北蛮贫瘠，所得有限，主张南下，趁燕王如今返京之际，南下寇边，抢掠一番。据龙城探子回报，鞑靼单于倾向于右部的提议。太子眉头紧锁，面露忧色。这鞑靼南下全然打乱了他的计划，老五和月莹的大婚很可能会被推迟。他想要通过月莹夺取燕北的铁骑虎符，但前提是月莹顺利地嫁进燕王府，方可继续后续谋划。秦王扫了边上满脸忧心的太子一眼，心中不屑。太子若非是皇后所出，站着嫡出的正统，仅凭此等草包，怎可能坐上太子之位？老五也是个蠢东西，居然站在太子一边。他倒是要看看，跟着太子他能落下什么好。诸位都有何想法？父皇，鞑靼狼子野心，此次南下定然是来者不善，我大圣必须早做准备，严阵以待才是。秦王此言极是啊，只是去岁燕北军北伐草原，消耗的粮草军资极大，如今还没完全补充回来，所以今年风调雨顺，国库充盈，都1年了，兵部尚不能补足粮草军资。燕王，你意下如何？回父皇，儿臣愿将婚期推后，先行返回燕北，待击退鞑靼之后，再行大婚亦不迟。太子一听，顿时急了。父皇，武帝已20有5，婚事拖延已久，此时让他返回燕北，岂不是又耽误武帝成婚？父皇，不若令武帝提前完婚，也好早日返回燕北主持大局，如此既不耽误军情，也不耽误武帝终身大事。也好，便将婚期提前至9月19。当初青天剑呈上来的好日子，9月19亦是良辰吉日。裴明旭瞥了眼太子，心中冷笑。太子这般着急，是生怕刘月莹嫁不进燕王府，误了他的谋划吗？是，儿臣多谢父皇恩典。议完事后，众人告退。景熙帝将裴明旭单独留下。昨夜的事儿，朕都听说了。你为了一个侧妃，当众折损太子与未来王妃的颜面。父皇，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刘姑娘如今尚未入府，只是尚无品级的臣女，但既有赐婚之意，自然不需她向侧妃行礼。同样，侧妃已有品级，侧妃也无需向她行礼。待刘姑娘入府后，儿臣自然会给她正妃礼遇。只是如今她还没有进府，便不得提前耍王妃的威风。景熙帝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满意，这番话正中他的下怀。他还没有死，陈国公就一心为了太子。太子捅了娄子，一堆人扑上去善后，丝毫不将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况且他可不希望裴明旭也和太子和陈国公府一条心。你说的有理，是朕疏忽了，提前大婚委屈你了。西山的红叶别院温泉对岸上极好，就赐给你了。待你打退鞑靼，父皇另有重赏。裴明旭躬身谢恩，脸上露出了恰如其分的喜色和感激。听说太子朝父皇讨要了几回，却都被皇上给拒了。如今父皇居然将红叶别院赏给了他，太子怕是会被气得不轻啊。傍晚，裴明旭回了桃夭阁。月儿，等急了吧？臣妾不急，倒是殿下一大早就被叫进宫，可是发生了什么事？鞑靼蠢蠢欲动，我需要尽早返回燕北坐镇。刘氏要提前进府，日子定在9月19。月儿，皇命不可违，没了刘氏，还会有其他人。眼下，便让刘氏先占着王妃之位，待日后。月儿，你可以吩咐侍女开始收拾行装，等进宫谢恩后第2天，我们就要启程回燕北。这是不是太着急了？若是刘氏和陈国公府不满意，可去找父皇延迟婚期。我本打算延迟婚期，先行返回燕北，是太子提出将婚礼提前。宋昭月的心里五味杂陈，太子还真是不遗余力地想将刘月莹尽快地送进燕王府，不知刘月莹知道后作何感想。陈国公府刘月莹的闺房内，月儿，明日你要嫁去燕王府了。娘，月儿，你要记住，燕王殿下是个讲规矩的人，
你做好王妃的本分，殿下自然不会亏待你。刘月莹轻轻点头，她会忍着，在燕王府站稳脚跟，助太子哥哥拿到虎符。等太子哥哥登基，她就解脱了，可以和太子哥哥长相厮守。新房内，红烛摇曳，满是喜庆。刘月莹端坐在雕花拔木床上，凤冠沉重，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太子哥哥，她在心中一遍遍的默念，试图寻求一丝慰藉。可这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却像是一把重锤，一下下敲击着她的心房，让她快要窒息。她不能再等下去了，她无法忍受裴明旭来揭开她的盖子。哗啦一声，刘月莹猛地站起身，一把扯下了头上的红盖头。哼，成国公府的规矩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裴明旭站在1丈开外，看着眼前这一幕，嘴角勾起了一抹嘲讽的冷笑。刘月莹瞧见裴明旭冰冷的眼神，脸色瞬间苍白，嘴唇微微颤抖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裴明旭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眼中没有一丝温度，转身便走，没有丝毫留恋。裴明旭一路沉着脸回了前院。殿下，您这是怎么了？可是王妃娘娘，为谁？更衣。福顺不敢多言，换人提来热水，手脚麻利地伺候裴明旭洗漱，又伺候着裴明旭换了身常服。去桃夭阁，路上的人先安排好。桃夭阁，殿下，您怎么来了？裴明旭没有回答，只是更加用力地搂紧了怀中女子，将头埋入她的秀发中。裴明旭后悔了，他明明有很多方法可以毁了这桩婚事，只是眼下还不是和太子和陈国公撕破脸的时候。若是同太子一系闹翻，对燕北军对燕王府不利。权衡利弊之下，他选择了将计就计，将刘氏大婚进府。可这大婚的热闹，那身大红的嫁衣刺得他眼疼。今日这场大婚，若是他同月儿的，该有多好。月儿进府那日，他虽有轻盈，婚仪也是热闹，但是侧妃婚仪的规制比正妃低了一等，终究比不上大婚热闹。当初他只当月儿是入了他的眼，是他喜欢的女子，可这些时日相处下来，他才发现他处处皆好，早已住进了他的心里。或许从万寿寺桃花林那一瞥，他就已经走进了他的心里，只是他到如今才发觉。可如今他只能委屈他占据侧妃之位。殿下，怎么，不欢迎我？当然不是，只是殿下突然过来，妾身心中太过意外罢了。裴明旭看着他善解人意的模样，心中更加的怜惜愧疚。总有一天，他会给他一场更加盛大的婚礼，让她成为这世上最尊贵的女人。奴婢见过侧妃娘娘，王妃娘娘还未起身，请侧妃娘娘先去偏厅稍后。1刻钟后，王玲如姗姗来迟。宋妹妹，今日来的可真早，难得见妹妹这么勤快。今日第一次给王妃请安，妹妹觉得还是早些到为好。王姐姐，你说呢？妹妹说的是，殿下赐下的首饰太多，姐姐今日挑花了眼，才来迟了，明日定会早些。昨日大婚，府里人来人往，宵禁比往常晚。他的人见到了王爷离开云和堂的动静。王玲如得知王爷为留宿新房的消息时，心里乐开了花。今日他故意打扮的张扬，就是为了刺激刘月莹。一旦刘月莹罚了他，他便可以去王爷的面前哭诉，上眼药。两人沉默地等了1刻钟，侍女才姗姗来迟。宋侧妃娘娘，皇侧妃娘娘，王妃娘娘醒了，请2位娘娘移步正厅。妾身见过王妃娘娘，王妃娘娘万福金安。妾身见过王妃娘娘，娘娘万福金安。2位妹妹免礼。谢王妃娘娘。王玲如看着刘月莹的脸色，娘娘今日气色真好，看来昨晚休息得不错呢。2位妹妹说笑了，昨日大婚，正妃婚仪复杂，将我累得不轻。妹妹一直盼着娘娘进府，如今有您伺候殿下，我和宋妹妹也能轻快些。这些时日可将我累坏了。宋妹妹，你说是吧？是吗？那我可要好好赏赏皇妹妹了。我乏了，2位妹妹若是无事，就请回吧。
妾身告退。出了云和堂，黄灵如再也忍不住。哼，宋妹妹，你可真是个聪明人。刚才在王妃面前装好人，可别忘了府里真正做主的人是殿下。殿下不喜欢的人，在府里注定是没有好下场的。黄姐姐说笑了。殿下这些时日可都是歇在我那里的，还赏了我不少好东西。你且看着，这燕王府后院谁才能笑到最后？宋昭月没有接话，而是带着朱茵和白锦转身就走。他真是好奇裴明旭给黄灵如下的到底是什么药，让他越发深信裴明旭对他宠爱有加，气焰也越发嚣张。你！黄灵如气得跺脚，但宋昭月脚下生风，一会儿便走远了。哼，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求饶。这一幕恰好被刘月莹的陪嫁女梅香看到了。娘娘，奴婢瞧着宋侧妃虽然长得美，但性子软弱，不足为惧。倒是皇侧妃仗着殿下宠爱，行事嚣张。娘娘，会咬人的狗不叫。宋侧妃看着柔弱，谁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咱们不得不防啊。嬷嬷说得对，本宫知道了。不过娘娘，当务之急还是得先挽回殿下的心呐。嬷嬷，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拉下脸去给殿下赔个不是，殿下一定会原谅您的。这宫里嬷嬷来收喜帕，眼下皇后娘娘也知晓您昨夜为何殿下圆房。皇后娘娘是您的亲姑姑，也定会帮您说和的。有皇后娘娘帮衬，您再放低身段求和，殿下定能消气的。刘月莹脸色难看，心中充满了屈辱和不甘，但她知道嬷嬷说的对，现在已不能任性，她必须先笼络住裴明旭才行，否则如何帮得到太子哥哥？只是真的要按嬷嬷所说的那样去求和吗？你说什么？昨夜燕王和王妃没有圆房？是，娘娘，老奴是亲手收的喜帕，上面干干净净，一点落红也无。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那皇室……回禀娘娘，昨夜王妃娘娘自行揭了盖头，惹怒了燕王殿下，殿下拂袖而去。这个蠢货，本宫将她嫁给燕王，是为了让她帮着本宫笼络她。她倒好，新婚之夜就将人给得罪了。母后息怒。你们来得正好，先坐下。谢母后。太子和安王一言坐下，却都忍不住拿眼偷瞄皇后。母后息怒，不知是何事惹得母后如此生气。还能有什么事？还不是你那不省心的表妹莹娘。她怎么了？怎么了？哼，她还能怎么了？新婚之夜就惹怒了燕王，害得燕王拂袖而去。你说她还能怎么了？安王则是不动声色地看了太子一眼，眼底闪过了一抹幽光。皇后将太子的神色变化尽收眼底，知子莫若母，她心中顿时咯噔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雪儿，你先回去吧，母后有话要同你皇兄说。儿臣告退。说吧，你和月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太子心知瞒不过去，只得硬着头皮将他和刘月莹的事情和盘托出。你怎能做出如此糊涂的事情来？同弟媳有染，此事传出去，你这个太子之位还能保住吗？母后，儿臣当初也不知道陈国公府要将莹娘嫁给武帝，待知道时，儿臣本想同莹娘断了，但莹娘不依，儿臣怕她将事情闹出来，只能先安抚住她。你以为本宫和你外祖将月莹嫁到燕王府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拉拢燕王，稳固你的太子之位？可如今你倒好，和月莹牵扯不清，若是让燕王知道了，他岂会善罢甘休？到时候你如何应对得了秦王和燕王二人夹击？母后息怒，儿臣知错了。但母后你也知道，武帝手握重兵，表面上站在东宫这一边，但实际根本不曾全力支持东宫。燕北铁骑的虎符还是握在东宫手里好。所以你就同月莹纠缠不清？儿臣也是无奈之举。
娘娘已经答应做内药，帮着儿臣偷虎符。母后放心，儿臣在燕北早已安插了探子，只等娘娘得手，即刻将虎符送出燕北。届时，燕北铁骑便是我囊中之物。太子的眼中闪过了一抹势在必得的光芒。皇后沉默了。事已至此，眼下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拿到虎符。只有这样，一旦同燕王反目，他们才能不至于完全没有后手。本宫会想办法安抚明旭的。松儿，你是太子，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你记住，月莹已经嫁给了老五，就是燕王府的人了。从今往后，你不可再同他有任何瓜葛。儿臣谨遵母后教诲。至于月莹那边，今后同他所有联络，本宫会亲自处理，你不得插手。他安插在燕王身边的棋子，也该派上用场了。儿臣参见父皇。臣媳参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都起来吧。景熙帝淡淡开口，目光落到了刘月莹的身上，眼中掠过了几分厌弃。他已知晓昨夜之事，刘氏竟然如此不知好歹，紫庄婚事委屈老五了。若是刘氏一直如此不逊，过2年就再给老五择一良配为继妃。老五，你明日便要启程，事情繁多，早点回府。今日就不必给皇后请安，直接去淑妃宫中道别吧。儿臣遵旨。身为亲王妃，新婚次日竟不得拜见皇后，陛下此举是在打他，打成国公府，打皇后的脸。坤宁宫内，皇后听闻景熙帝免了裴明旭和刘月莹至坤宁宫请安之事，顿时脸色阴沉。哼，把本宫给燕王夫妇的礼单和物件接送到燕王府去。另一边，永福宫中，儿臣见过母妃。儿媳见过母妃。起来吧。他早已从裴明旭的口中得知刘月莹和太子的私情，加之昨夜的事，心中对这个儿媳如今是厌恶的紧。刘氏，你这脸色怎么如此难看？可是昨夜没有休息好。多谢母妃关心，儿媳只是略感疲惫，休息一会儿便好了。既然如此，你就先去偏殿休息吧。本宫同燕王有话要说。刘月莹一走，淑妃就掩面垂泪。旭儿，是姨母对不住你。早知刘氏是这般德行，姨母当初说什么也要阻止陛下此婚。姨母莫哭，事已至此，我自会妥善处置。旭儿，你回了燕北，要好生照顾自己。姨母放心，侧妃宋氏是个会照顾人的。那就好，那就好。总算有一合旭儿心意之人。姨母，您在宫中好生顾全自身，至于云贵妃和皇后之间的事，你莫要理会。姨母知道，你放心吧。旭儿，你回燕北后，为曼霜择一良人嫁了吧。她伺候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姨母，可曼霜她……姨母明白，若她还是不愿，那便罢了。淑妃叹了口气，她何尝不知曼霜的心思，可旭儿对她并无男女之情。裴明旭沉默不语。曼霜原是母妃宫中之人，自小便跟在她的身边伺候。当年随她前往燕北就藩，同福顺一道照料她的起居，一直不愿出府嫁人。奴婢拜见王妃娘娘。王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一名侍女领着一群太监和侍女行礼下拜。免礼，起吧。谢王妃娘娘。奴婢乃王府前殿侍女，名唤曼霜，在此恭迎王妃娘娘。娘娘，院落房舍皆已打扫停当，娘娘舟车劳顿，请随奴婢先去歇息。宋昭月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曼霜，只见她年纪20有余，一身水绿色的衣裙清新淡雅，与身后那些穿着统一服饰的侍女相比，明显不同。刘月莹扶着梅香的手上了软轿，曼霜随侍于侧，一行人径直离去，留下了惊讶不已的宋昭月和气红了眼的黄灵如。哼，宋妹妹，别看了，咱们这2个侧妃，人家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人家眼里啊，唯有王妃娘娘而已。咱们这些不入流的，还是识趣点，自己去前殿寻殿下。就在这时，一直候在一旁的小太监见势不妙。
哎呀，侧妃娘娘恕罪，娘娘稍待片刻，小人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小太监心中恨恨地咒骂曼霜，早知道曼霜姑姑这么疯，整这么出幺蛾子，打死她今天也不跟着她来迎接后院女主子。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拦我的路？哎呀，奴才该死，奴才疏忽了，忘了介绍自己，奴才德喜是跟着福顺公公的，今日被开到后院帮忙跑腿。原来是福公公的徒弟，今日我就给你这个面子。宋妹妹，你说呢？一切都听姐姐的。德喜陪笑着陪着两位女主子等着，眼角余光却扫向了一旁安静的宋昭月。这位宋侧妃美得像是画上走下来的仙女，她师父说了，这位主子才是真正的惹不得。望书舍诸事皆已齐备，地笼和暖墙皆已燃起，室内暖若三春。沐浴梳洗后，天色已暗了下来，许是有些疲惫，宋昭月的胃口欠佳，随意用了几口膳食，便命人撤去。他随手取过一本书，倚在榻上，胡乱翻着，心思却早已飘远。他曾听裴明旭提过，之前燕王府未有女眷，他皆在前殿起居。燕王府后院常年空置，亦未曾安排主事之人。今日那唤作曼霜的侍女，自称前殿侍女，却率着一众后院太监和侍女前来拜见，且全然不将她与黄灵如这两个侧妃放在眼中。这般无礼，且隐隐对他二人怀有敌意。区区一侍女，缘何有此等的底气？宋昭月正揣度着曼霜的底气何来之时，曼霜今日所作所为之事，已传至了裴明旭的耳中。曼霜何在？回殿下，曼霜姑娘自知犯了错，正在院中跪着请罪呢。跪着请罪？她倒是知道自己错了。殿下息怒，曼霜啊也是一时糊涂，奴才这就唤她进来请罪。让她跪着，跪足2个时辰，方可起身。是。福顺心里一凛，知道王爷这是动了真怒，连见曼霜一面都不愿。这天寒地冻，这2个时辰怕是要跪出好歹来，不禁有些可怜曼霜。也不知为何这些年曼霜的性子越发偏激，今日行事竟是如此越矩。还有，告知他下不为例。裴明旭说完便径直朝外行去。福顺看着脸色苍白的曼霜，忍不住叹了口气。曼霜啊，你说你这是何苦呢？殿下是个念旧情的人，若是你同意，殿下定会为你寻一门好亲事，不会亏待你的。可你今日这般行事，实在是失了做奴婢的本分呐。福顺公公，奴婢只是见王妃脸色苍白，心中焦急，这才一时出错，并非有意怠慢2位侧妃娘娘的。福顺见他冥顽不灵，便知再说下去也是枉然，只得叹息一声，真是好言难劝找死鬼。他将裴明旭的原话转告曼霜。殿下命你跪满2个时辰方可起身，还说下不为例。奴婢领命。凭什么他不能常伴殿下左右，非要逼他出府嫁人？他已陪伴殿下整整20载，他自知身份低微，只想给殿下做个妾室，即便是折寿10年他也甘愿。之前殿下不近女色，他守着殿下心里亦是满足的。可是如今殿下已大婚，王妃身份高贵，乃是成国公府的嫡女，他无话可说。但那2个侧妃，一个寒门侍郎之女，一个侯府庶女，凭什么能够进殿下的身？望书舍内，吵醒你了，今日委屈你了。殿下言重了。殿下，曼霜是？曼霜原是我母妃宫中之人，自小伺候我，后随我来了燕北。她娘亲乃我母妃贴身侍女，自小一处长大，与母妃情同姐妹。当年母妃入宫时，不愿侍女随自己一同身陷宫闱，特地放了她生母的奴籍。只是她生母命苦，遇人不淑，临终前送她入宫，托与母妃。母妃遂将她接入永安宫。后来母妃故去，曼霜便一直随侍于我身旁。原来如此。我已罚过她，日后定不会再有此等之事。刘氏那边，后院断不会交于她手。眼下局势未定，我不想你显露人前，
后院诸事，我会另责人掌管。殿下宽心，妾身明白。我明日一早便要赴边城，福顺的徒弟德喜会留在府里，他年纪虽小，却也机灵。你若有事，便可寻他。妾身晓得了，殿下放心。殿下此去万事小心，刀剑无眼。莫忧，区区达达，不足为惧。此次定要让他们有来无回。这个男人仿若天生就带着一股王者之气，令人不禁心生臣服之意。翌日天方蒙蒙亮，怎么不多睡会儿？天色尚早。妾身要起来送殿下。早上后，宋昭月只将裴明旭送至院门口。好了，纵至此处即可，回吧，待我归来。裴明旭转身疾行而去，红色的披风在他身后翻飞，转瞬便消失于转角之处。宋昭月立于原地，良久未能回神，心中忽然涌起了一股难言的不舍。好容易熬到可以下地行走，曼霜赶紧收拾妥当，准备去送裴明旭出征。殿下呢？殿下已经走了。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林墨就走了。殿下昨夜宿在后院何处？德喜想起了昨日因为曼霜自己被师傅好一顿的臭骂，还被罚抄写了府规，心中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曼霜姑娘这是忘了府里的规矩吗？随意打探主人行踪可是大罪。我只是关心殿下，没有别的意思。殿下说了，曼霜姑娘今后不得再去后院。曼霜的脸色顿时苍白，如遭雷击。刘月莹身体不适，免了半个月的请安。宋昭月乐得清闲。林嬷嬷求见。快请。老奴林氏拜见侧妃娘娘。嬷嬷快请坐。老奴奉殿下之命，替王妃打理后院。娘娘若有所缺之物，或者有事欲办，尽管吩咐老奴。往后便有劳林嬷嬷了。娘娘言重了。若是娘娘没有旁的事情吩咐，老奴便先行告退。嬷嬷慢走。待朱茵送走了林嬷嬷回来。朱茵，你可是认得林嬷嬷？娘娘怎么知道的？我方才瞧见林嬷嬷虎口处有后茧，那是常年习武之人才会有的。而且你方才前来禀告时神色有些怪异，显然是认出了林嬷嬷，却不敢说。奴婢确实是认得林嬷嬷，奴婢与白锦皆为林嬷嬷一手调教出来的。方才送林嬷嬷出去时，她嘱咐奴婢，若是娘娘问起，便如实相告，娘娘自然就明白了。林嬷嬷大抵也是裴明旭手下的暗卫，而且还是级别高的那种。有林嬷嬷这等人物坐镇后院，她确实可以放心不少。念及此，宋昭月的心中一暖，裴明旭安排的真是周到，只是不知道他眼下身在何处，是否已达边城。报！帐外传来了士兵急促的声音。进来。启禀殿下，漠北城外发现鞑靼之后踪迹，先锋军距漠北城不过200余里，大军亦正在向漠北行进。殿下，观之，鞑靼此次的劫掠目标为漠北，漠北城乃西行必经之地，商贾云集，于边城中是数一数二的副城。殿下，末将请名为先锋，率领本部人马前去会一会这些鞑靼蛮的。末将也愿前往，定要向那些鞑靼狗贼有来无回。但粮草储备量并不多，鞑靼此次劫掠恐怕另有所图。殿下之意是？报！进来。殿下，近日探查鞑靼大军留下的痕迹，发觉其埋锅造饭之火坑数量与大军人数不符，且始终不见鞑靼有先王及其麾下万夫长踪迹。裴明旭闻言豁然起身，他终于知道哪里不对劲了。鞑靼真正的目标非漠北，而是此处云上。云上？云上乃我燕北军粮草重地，而且王府的牧场亦在此处。正是。鞑靼自乃声东击西之计，目标实乃云上。好狡猾的鞑靼人，居然学会了玩心眼子。殿下，末将这就带兵去云上，将这些鞑靼狗贼杀个片甲不留。殿下，下令吧！众将领义愤填膺，纷纷请战。
顾武城听令。末将在。你领大军假扮本王，大张旗鼓地前往漠北，迷惑鞑靼人。末将领命。顾武城同裴明旭年岁相仿，身形亦相差无几，最适合假扮之人选。高仪，臣在。即刻传令下去，各地抽调之兵力3成赶赴漠北，其余秘密开往云上。臣遵命。陈广、冯超、尔等随顾武城前往漠北，其余人等随本王率选甲卫连夜赶往云上。是。此次本王要叫鞑靼有来无回。子声东击西之计，必为右贤王达尔昆所定。达尔昆巴特尔有鞑靼智者之称，上次北伐草原，呼兰河一役让达尔昆逃脱，漠北和云上两地将张开口袋静候鞑靼。此次他定要将达尔昆留在云上。云上城县衙内，裴明旭一身玄色长服，坐于书案之前，手中翻揽着一份战报，神色肃穆。殿下，此战我燕北军阵亡1326人，重伤2154人，轻伤3300余人。按往例，将名单呈报朝廷，速将阵亡将士之抚恤银发放下去。阵亡将士家人，着当地县衙登记造册，每月发放抚恤粮。是。再者，王府另出一份抚恤银，阵亡将士每人再发50两银，伤残将士依伤残情形，发放20两至40两不等之银。殿下，上次北上草原之战，王府发放抚恤银后所剩无几了。燕王府府库的银子主要来源于封地的税银。燕北虽地域辽阔，但地广人稀，并不富庶，因此每年能收到的税银不多。这些税银要养王府的属官、王府亲卫，再补贴燕北军，所剩无几。剩余多少？不足10万两。补库出4万两，余下有本王之私库支出。啊，殿下，您的私库？怎么？私库怎么了？哎，殿下，只是您的私库这些年花销颇多。还剩多少？回殿下，不足20万两。福顺想到这些年裴明旭将私库当成府库般之用，心疼得滴血。如今的私库已经空得几乎可以跑马。这次仍按我说的办。是。福顺瞪了眼高仪，恨不得将他大卸8块。就是这老东西，一点点地掏空了殿下的私库。高仪对福顺愤怒的目光视而不见，目的达到后立即一溜烟地告退。往后王府削减用度，本王立分削减5成。啊，殿下，这怎么能行？无妨，不过少些享乐罢了。就这般定了。是。那王妃和2位侧妃那里？王妃那里缩减7成，皇侧妃那里缩减8成。福顺闻言心中一惊，这也太狠了吧。宋侧妃那里缩减5成，缩减后少的部分从本王的份例里挪了，给补上。啊，殿下，这怎么有问题？没有。福顺只得赶忙摇头。您自个儿心疼宋侧妃，甘愿委屈自己，咱们做奴才的只能无话可说。看来对宋侧妃，他得更加的小心伺候。毕竟殿下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肯委屈了宋侧妃。福顺退下后，裴明旭看着食指轻扣着桌面，不禁感慨：他这燕王当真是越来越穷了。不过他未尝后悔，这些银钱皆是用于那些保家卫国而战死之将士。燕王府内，王灵如尚不知用度即将被大幅削减之时，这些时日无需去请安，便每日带着侍女在王府中游逛。渐渐的，后院已不足供他游玩闲逛，几次都想逛去前殿，皆被林嬷嬷拦下。王灵如数次皆被油盐不进的林嬷嬷气得不轻，只得折返。这日，裴明旭收到了王生传来的消息，沿黄灵如传讯出府之举所传的消息已被截获。裴明旭展开密信，借着烛光细细查看。这皇室倒真是勤勉。王灵如与身边之人身处在王府后院内宅，无法直接将消息传出去，唯有借助他人之手。故而此次王生还寻到了秦王府潜伏于云朔燕王府内的探子。信中，王生详细地禀报了截获密信和发现秦王府探子的经过。
王生并未打草惊蛇，而是派人暗中监视了秦王府探子，于信末请示接下来当如何行事。裴明旭放下了信，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面，陷入沉思。裴明旭收到鞑靼单于率军掠夺北蛮地消息时，冷冷一笑：阿鲁台不愧是草原的枭雄，人老心不老。鞑靼生死存亡之际倒是有魄力，敢背水一战。但北蛮也不是吃素的，此一役鞑靼必定会死伤不少，兵力大损。明年春天他便可放玄甲卫不时出入草原，骚扰鞑靼。云硕，燕王府。娘娘，殿下明日午时便可抵达云硕城外了。太好了。娘娘，您这一下总算是放心了。殿下可有受伤？殿下此次出征大获全胜，殿下毫发无损。德喜笑得见牙不见眼。殿下凯旋而归，王府上下都欢喜。宋昭月长舒了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眼角眉梢都染上了喜悦。娘娘，殿下在前殿大宴文武，殿下说今日事情繁杂，并未安排封地文武女眷前来王府赴宴，故而殿下让娘娘莫要等他，早些用膳歇息。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是。说起来，此次殿下不令官员女眷进府赴宴，真是可惜了。哦，娘娘，您来云硕这么久了，都未曾见过外人呢。奴婢就想着，等哪日有机会，定要将娘娘好好的装扮一番，好好惊艳这云硕的人不可。我可不是孔雀，为何要到处开屏？他心里明白，裴明旭之所以未设女眷之宴席，应是不愿刘月莹和黄灵如接触燕北的文武女眷，否则依着刘月莹那高傲的做派与黄灵如的精明算计，定要生出诸多事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女眷不用到王府赴宴，他便不用应酬，也落得自在。银华居内，岂有此理！这是何意？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王妃？王妃息怒，殿下此次回府匆忙，许是还没来得及安排。没安排，我看他分明就是故意的，他这摆明了不将我放在眼里。如今裴明旭竟敢如此的怠慢他，简直是欺人太甚。黄灵如的院子里，气氛却与宁华居截然不同。他听闻裴明旭并未安排女眷进府赴宴，心中虽然有些惋惜，但面上却是不动声色。真是可惜了，错过一次同燕北文武女眷打交道的好机会。黄灵如轻轻地叹了口气，眼中带着几分遗憾。她初来乍到，本想借着这机会好好的认识一番燕北的文武女眷，为日后做打算，如今看来只能另寻机会了。翌日，晨光熹微，透过窗棱洒入室内，为芙蓉帐镀上了一层朦胧的光晕。裴明旭缓缓地睁开眼，宿醉后的头隐隐作痛，感觉怀中温香软玉。他垂手一看，见女人正乖巧地窝在自己的怀里，睡得正酣。裴明旭极力回想，脑海中闪过了几个片段。他依稀记得昨夜怀中的女子娇滴滴地哄他喊姐姐，还有胆大包天地调戏他。裴明旭气笑了，这女人当真是胆大包天，不愧是当初敢一脚踹飞登徒子之人，连喝醉酒的他亦敢调戏。殿下，您终于回来了，平安无事太好了，妾身还以为在做梦呢。调皮。裴明旭看着怀中娇颜，眼神暗了暗。他一个翻身将宋昭月压在了身下，随着一声娇呼，芙蓉帐内顿时春色无边。门外，福顺正准备伺候两位主子起身，听到里面的动静，顿时老脸一红。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准备热水？绿珠也红着脸，忙带人去取待会儿主子沐浴时要用之物。看来今日殿下和娘娘要起晚了。宁华居，这便是你们提来的早膳？这等简陋的吃食也配送到王妃面前？你们是愈发大胆了！娘娘息怒，娘娘息怒！昨日府公公传了殿下的令，王府削减用度，后院也一并削减了。闻言，刘月莹的脸色铁青，冷冷地扫了一眼桌上的清粥小菜，拂袖而去。梅书院，什么削减用度？娘娘，殿下已下令，今日早膳便不如往昔。知晓为何削减用度？
回娘娘，奴婢听说是殿下体恤此次战死和伤残的将士，故而削减了王府的用度，将银两拨去做了抚恤金。听下人说，这还是头一次。王灵如听了，嘴角勾起了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梅香见刘月莹拂袖而去，心里咯噔一下，忙吩咐提膳的丫鬟：“还不快去膳房带上银子，让重新整治一桌早膳来。”娘娘，您多少用些吧，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啊。一顿不吃无妨，更何况那般早膳，连国公府2等丫鬟的膳食都不如。娘娘息怒，梅香已经让膳房重新备膳了，您多少用一些吧。老奴听闻，皇侧妃那儿也削减了用度，而且比咱这削减的更多。殿下自己也削减了用度，可见殿下并非是有意为难宁华居。娘娘，您嫁妆丰厚，府里的分力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娘娘何必为了这些许小事动气呢？闻言，刘月莹的脸色方才好看了一些。娘娘，老奴斗胆说一句，殿下如今回来了，娘娘更要抓住机会才是。娘娘，您刚到云朔，殿下便出征了，这府里的大小事务，您还没来得及插手。虽说这王府有各司各行其职，加上前殿有福公公，后院有林嬷嬷，府内大小事务无需娘娘操心，但王府后院仆人的月钱和升迁，历来由王妃所管。娘娘，您想想，唯有握住此2样，方能真正威慑府里的奴仆。今后何人敢怠慢宁华居？秋兰院和望书舍还有后院，迟早也能安插上咱们的人。见他仍不为所动，王嬷嬷心一横，索性下了一剂狠药。娘娘，若不同殿下和好，长此以往下去，只怕今后府里的冷淡会越来越多。刘月莹终于动容了，脸上的神色变幻。嬷嬷，你去安排一下，就说今晚宁华居设宴，请殿下过来用膳，我有要事与殿下相商。出嫁前，祖父曾秘密地交给他一份矿脉地图，让他到了燕北后交于燕王。是，老奴这就去安排。殿下，宁华居遣人来了，说王妃娘娘有事要与您相商，请您晚间过去用膳。裴明旭剑眉微蹙，头也不抬，刚想开口拒绝，蓦地他想起什么似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去，回禀王妃，就说本王晚间会过去。是，殿下。你再安排个人，将本王晚上去宁华居用膳的消息透露给皇侧妃。福顺的心头一凛，领命退下。裴明旭一踏入后院，未行几步，就见黄灵如一身品红色的衣裙立在路边候着。妾身见过殿下，殿下万福。你为何在此？殿下出征在外，妾身日夜牵挂，如今听闻殿下凯旋，便想着在此等候，好早些见到殿下。起来吧。谢殿下。既然如此，那便去秋兰院吧。福顺，派人去宁华居知会王妃一声，就说本王今晚便不过去了。是，殿下。福顺躬身应道，转身吩咐德喜去宁华居跑一趟。王灵如看着裴明旭冷峻的侧脸，嘴角勾起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得意笑容。他就知道刘月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宁华居内，奴才给王妃娘娘请安，王妃娘娘万福金安。起来吧，你来做什么？回王妃娘娘，殿下命奴才知会王妃娘娘一声，殿下今晚不来宁华居了。德喜公公，这是怎么了？殿下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了？说着，他不动声色地将一个鼓鼓囊囊的荷包塞进了德喜的手中。嬷嬷，殿下刚遇见了皇侧妃。话音未落，刘月莹的脸色已然难看到了极点，王嬷嬷的脸色亦不好看。德喜见状，得晓自己已经完成任务，你退下吧。德喜如梦大赦，
连忙行了个礼，躬身退了下去。德喜前脚刚走，这个贱人！娘娘息怒，仔细伤了身子。你叫我如何息怒？她黄灵如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好歹是读书人家的女儿，怎这般一副狐妹子做派？堂堂侧妃，竟然亲自半路截胡，真是没脸没皮！住嘴！梅香吓得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吭声。娘娘息怒，皇侧妃如此这般，那便更要先挽回殿下的心呐。娘娘，您想，只要殿下更看重您，那日后皇侧妃还不是您的掌中之物，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知道了。黄灵如昔日对自己卑躬屈膝的贱人都敢如此嚣张，行事比人强，如今他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愿太子哥哥能理解，莫要怪他。望书舍内，月儿很惊讶我过来。有一点。妾身听说。说什么？没什么。我刚去了秋兰院。秋兰院？我晚膳都没用上，只能来月儿这寂寂这空空的五脏庙。啊！宋昭月惊讶不已，黄灵如都没有准备晚膳就敢截胡。好了，快用膳吧，菜都凉了。绿珠站在一旁，看着两人这副亲密的模样，心里也替宋昭月高兴。看来在殿下的心里，还是自家娘娘最重要。她今日去提膳，被宁华居那帮子人的得意膈应得慌。不过是王妃有请，殿下应下了，便如此张扬得意。他家娘娘都不用请，殿下几乎夜夜都会来。只是这不能往外说，否则的话，他定要那帮轻狂之徒羡慕死。翌日清晨，宋昭月方起身，宁华居的小丫鬟便知。侧妃娘娘，王妃娘娘身子大安，今日起恢复请安，王妃娘娘请您尽快过去。知道了，我稍后便去，你退下吧。宋昭月淡淡的应着，心里却在盘算着今日请安该如何应对。今日刘月莹极有可能让他坐冷板凳。绿珠，把那碟杏仁酥拿来，我先垫垫肚子。是，娘娘。重新梳了发，又换了身衣裳，宋昭月便带着朱茵和白锦出门了。半个时辰过去，宋侧妃，王妃娘娘已经起身了，请您过去叙话。有劳带路。跟着小丫鬟穿过抄手游廊，来到了正厅。妾身给王妃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起来吧，赐座。宋妹妹果然还是个守规矩的。我记得当初选秀之时，你每次考评都是拿优等的，不像有的人规矩只学了个皮毛，如今更是规矩礼仪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娘娘谬赞了，妾身不过是谨记着嬷嬷教导，不敢逾越罢了。黄灵如招惹了刘月莹，今日请安却不来，让她来直面刘月莹的怒火，就莫要怪她踩她一脚了。宋妹妹不愧乃宫里嬷嬷赞过的规矩人，只希望妹妹的规矩能一直这般好下去。宋妹妹你说呢？娘娘说的是，妾身自当谨记娘娘的教诲。刘月莹有一搭没一搭的与宋昭月说着闲话，突然一个侍女匆匆忙忙的走了进来。秋兰院来人了。是，娘娘。带进来。奴婢见过王妃娘娘，见过宋侧妃。起来吧。你来此可是你家主子有何事？回禀王妃娘娘，我家侧妃她昨夜伺候殿下累着了，今日身子有些不适，实在不能来给娘娘请安，还请娘娘恕罪。半晌，她才从牙缝中挤出一句：好，很好。来人！娘娘有何吩咐？将这个贱婢拖下去，赏20个耳光，好好教教她尊卑。娘娘息怒，府里不兴长嘴，娘娘不如罚他几个板子。刘月莹的怒火中烧，哪里听得进去？还愣着做什么？给我打！侍女面面相觑，最终还是迫于刘月莹的威势，只得硬着头皮将不住求饶的银烛拖了下去。屋外清脆的巴掌声一下又一下的响起，在寂静的正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宋昭月抬眼看向刘月莹，只见他听着那巴掌声，怒容缓缓地散去，渐渐眉目舒展。见状，宋昭月便不由得眉头微蹙。秋兰院，侍女玉盏正服侍着黄灵如梳妆。娘娘，您说王妃会不会为难银烛姐姐？银烛自然有一番苦头吃，但我不会让银烛白白遭罪的。打了我的人，王妃可别想那么容易脱身。好不容易熬到请安结束，宋昭月回了望舒舍，用过早膳后便歪在了贵妃榻上养神。娘娘，不好了，皇侧妃闹着要去前殿找殿下为她做主，都闯到垂花门去了。怎么回事啊？皇侧妃说王妃不分青红皂白打了银烛，她要王爷主持公道。宋昭月的眼神一凛，垂花门一过便是前殿，这黄灵如是要闹得人尽皆知吗？眼下情况如何？林嬷嬷已经带人拦下了，只是皇侧妃闹得很凶，怕是不肯善罢甘休。娘娘，您说这皇侧妃到底想干什么啊？宋昭月的眸色渐深，想起裴明旭曾说黄灵如来路不对，心中隐隐不安。难道……白锦，快，你去前殿传话，就说我有要事要求见王爷。是。白锦领命而去。朱英，你亲自去一趟，告诉林嬷嬷，皇侧妃此举怕是另有目的，让她务必小心，留心后院人员进出。宋昭月望着朱英离去的背影，心中思绪万千。他和裴明旭眼下是一条船上之人，他发觉裴明旭不是干预人下之人，而京城秦王和太子之争，他亦有所耳闻。他不清楚裴明旭如今在太子和秦王之争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但这看似平静的燕王府，实则暗潮汹涌，一个不慎便会万劫不复。前殿，哎呦，白锦姑娘，是什么风儿把你给吹来了？福顺公公，我家娘娘有要事要见殿下，还请您通禀一声。这……福顺面露难色，这会儿王爷正在议事，哪能说打扰就打扰？福顺公公，我家娘娘说了，是要事。福顺一听，心里更是七上八下，这要事二字可轻可重，万一耽误了，他可担待不起。此时议事厅内，裴明旭正襟危坐，听着底下之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着冬季边防一事。殿下，臣以为当务之急是……高仪侃侃而谈，裴明旭脸色沉静，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面，脑海中却想着草原探子传回来的消息。阿鲁台当真是有几分厉害，伤亡不过3千，便从北蛮身上狠狠地撕下了块肉。达达这个冬天能勉强熬过去，只是被抢了大半的粮草的北蛮可就难了。北蛮同样掠夺诚信，而燕北与北蛮在燕东有一小块的接壤。殿下，主簿所言有理。话音刚落，就见福顺猫着腰，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王爷，白锦姑娘求见，说是侧妃娘娘有要事禀报。裴明旭眉头微蹙，月儿向来懂事，今日怎么……先让后着。是。福顺应声退下。今日就议到此处，主簿，你回去整理一份文书，明日呈上来。是。殿下，妾身觉得皇侧妃今日如此大闹，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今日如此不顾体面的大闹，实在不像是她行事风格。妾身记得您说过她来路不对，所以妾身想着皇侧妃是不是声东击西，制造乱子，趁机传递情报。月儿真是心思玲珑，我已命人再次细查了，皇室同他接头的人一直处于监视中，但今日月儿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皇室说不定还有暗招。莫担心，很快便有结果了。殿下，妾身还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便是。妾身以为，殿下也该去宁华居看看。去宁华居做甚？王妃毕竟是一府主母，如今被冷落，气性自然是大了些。若是殿下能安抚一二，下面人也少受些罪。宋昭月一语双关，给刘月莹上眼药。刘月莹折腾他，他自然要还点颜色。月儿，你受委屈了。妾身不委屈，能伺候殿下是妾身的福分。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相拥着，各怀心事。窗外寒风呼啸，屋内一片温暖。
银华居内。反了天了！她一个侧妃，竟敢如此放肆！王妃息怒啊！子熙气坏了身子。息怒？你叫我如何息怒？他今日闹着要去前殿，分明就是故意给我难看。他以为他是谁？不过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贱人。娘娘慎言呐！皇侧妃再怎么说也是圣旨赐婚的侧妃，这话若是传了出去，怕是不妥。怕什么？他皇室都敢骑到我头上来了，我还怕什么？他今日敢如此，来日便更敢放肆。就在王嬷嬷和梅香等人围着刘月莹劝解之时，一个二等侍女趁人不注意，悄悄地溜进了内室，很快又出来了，并未引来任何人的注意。属下参见殿下，参见娘娘。查得怎么样了？回殿下，王侧妃确实通过秦王府的探子往外传消息，暗卫使了些手段，借机抄了密信。信上说了什么？回殿下，信上说王府削减用度，燕王府穷困，赎金缺银子。还有呢？还有一事更为重要。经过再次细查，我们发现了另一探子，此人是司账司的小太监，平日里会轮班出去采买，今日正好轮到他出府采买。为了不打草惊蛇，属下让他同屋的小太监给上了腿。林嬷嬷顺势将他留下照顾同屋的小太监。安卫设法偷了密信，密信里是一幅燕北矿脉图，这图上标注的皆是未曾探明的铁矿、铜矿，还有一堆银矿。宋昭月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铁矿、铜矿、银矿，那可是朝廷专营，只能由朝廷开采的重要矿脉。若有人擅自探卖、擅自开采，皆是抄家灭族之大罪。属下已让人仿造了一份，放了回去。如今原图在此。说着，王生托起一卷不过1尺长的卷轴，裴明旭展开了矿脉图，目光如炬，仔细地查看起来。这些皆是燕北苦寒之地，人迹罕至，倒是个藏东西的好去处。此图之真假，派人去探一探便知。此图从何而来？回殿下，属下还在查。会不会是王妃那儿的？殿下，这图肯定不是您的。这探子看着是和皇侧妃一伙的，那图也不可能是皇侧妃的。至于我，就更不可能有这图了。那剩下的便只有王妃了。宋昭月于一旁解释，裴明旭顺着他这一逻辑想，发现无错处。派人去查查年华居，看看今日年华居有哪些人出了院子，去了何处。至于那探子，先莫要打草惊蛇，盯紧了，且务必莫让他出府。是，殿下。月儿真是我的女诸葛，一语中的。殿下谬赞了，妾身只是略尽绵薄之力，能帮到殿下一星半点，便是极好的。不管怎样，今日之事多亏月儿提醒，才有了这意外之喜。裴明旭今日能让他参与到这件事中，这是否代表着他有机会开辟新的职业方向？不光做个宠妃，还能做个谋士。宠妃加谋士的组合，不说无敌，至少比光做宠妃要强，根基稳。想到这儿，宋昭月不禁有些兴奋。他想起刚在黄陵如密信上说的缺银子一事，心里顿时有了计较。月儿，我去年华居一趟了，说不定还能有什么收获。那妾身恭送殿下。裴明旭走后，宋昭月一个人坐在榻上，脑海里不断地回放着刚才的点点滴滴。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能只做个花瓶，得想想办法在裴明旭身边站稳脚跟才行。而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臣妾参见殿下。起来吧，不知王妃昨日请本王前来，所为何事？回殿下，此事机密，还请殿下屏退左右。一时间，屋内仅余裴明旭和刘月莹二人。殿下，臣妾出嫁前，祖父亲手交予臣妾一样东西，嘱臣妾到了燕北，务必亲手呈于殿下。祖父言，当年惠贵妃乃他看着长大，如今殿下成家，此物便是他对殿下的一份心意。祖父交代，此物事关重大，还请殿下过目之后再做定夺。何物竟如此神秘？此事事关机密，祖父他老人家特意叮嘱过，万万不可泄露半分。所以，王妃但说无妨。
其实这东西臣妾本来是打算昨夜就交给殿下的，只是没想到。昨夜怎么了？还请殿下稍后片刻，臣妾这就去将东西取来。裴明旭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眼中闪过一抹寒光。看来这矿脉图还真是被月儿猜中了，是刘氏的。只是看样子他还不知道图已经丢了。陈国公这个老狐狸送他燕北的矿脉图，安的到底是什么心？秋兰院正房内室，玉展，那矿脉图可送出去了？回侧妃尚未送出去，他今日未能出府，要等到下次轮到他出府才买。让他想办法尽快出府，将矿脉图送出去，此事耽误不得。陈国公还真是大手笔呀，竟将如此珍贵之物赠予本王。殿下喜欢就好。只是陈国公既然不舍得，不送便是，何必拿一张假图来糊弄本王？殿下，你说什么？假图？此处标着一处铜矿之地，朝廷2月前在此地探明了黑石矿，还有这里铁矿，上月刚探明是一处黑石矿。此2处黑石矿的消息，目前仅极少数人知晓而已。你说这图是真是假？这不可能，祖父不可能给假图的。这图是祖父亲手交给臣妾的，锁上后不曾打开过。哦，那你的意思是本王冤枉了你了，或者说冤枉陈国公？臣妾不敢。刘月莹吓得慌忙摇头，臣妾真的不知道这图是假的。他怎么也想不通祖父为何要害他。若他咽气于燕王，于陈国公府并无好处。陈国公的大礼，本王可收不起，你还是派人送还给陈国公。只是路上收好，切莫要让人知晓或者偷了去。这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矿脉图，一旦流出去，陈国公府也吃不了兜着走。殿下，祖父给臣妾的图是真的，定是有人把图换了。装这图的木盒，可是你刚才亲自开锁的。你要说人换了图，你自己同陈国公说去吧。这矿脉图的事，你莫要到处嚷嚷，只当这事没有发生，否则害了陈国公府，就别怪本王没有提醒你。说完，裴明旭拂袖而去，留下了刘月莹站在原地，脸色苍白，身子摇摇欲坠。半晌回过神来，他将卷轴放入了雕花红木盒后，转身进了书房。来人，召杨长史张泽芳游街到书房议事。杨长史即杨修元，乃是王府长史，为裴明旭的心腹之一，亦是首要谋臣。张泽芳、游杰二人，则是裴明旭就藩后所网络之杰俊。二人在府中做幕僚多年，亦是裴明旭心腹谋士。殿下，这陈国公不安好心呢。杨修元年近50，两鬓斑白。这矿脉图表面看着是陈国公示好，拉拢天下，实则那以及毒计呀。殿下，这矿脉图如今就是那烫手的山芋啊。若殿下起了贪念收下，便是落下把柄于陈国公之手；若是不收，矿脉图已现身燕王府，这今后可就说不清了呀。张泽芳年约30，一身青衫，面容俊朗，也是一脸的担忧。殿下，更何况秦王还横插一脚，此事若是被有心人利用，后果不堪设想。为今之计，是尽快将燕王府从此事摘出去。游杰年岁与张泽芳相仿，一身宝蓝色锦袍，眉宇间带着几分精明。游先生有何妙计？不如助王府一臂之力，将矿脉图一试一试，尽快传回陈国公府，同时透露此事乃秦王府所为。虚虚实实，如此一来，将秦王拉下水，让太子一系同秦王对上。殿下，属下认为此计可行。殿下，我们可以。游杰一番细致布局，将燕王府摘出，拉秦王下水。此事就将按游先生说的办，务必办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这算怎的一回事？即便是丢了御赐的凤钗，也不能跑到咱们望书社来搜吧？这要是弄坏了、损坏了娘娘的东西，谁来负责？放心，
林嬷嬷不会搜正房的，其他地方也不会过多去搜检的。你且吩咐下去，待会儿林嬷嬷来时务必配合。是，奴婢知道了。宋昭月食指轻扣着桌面，眼神深邃。那幅矿脉图果然如自己所料，出自宁华院。如今这般以奉差的名义大肆搜检，不过是做戏给有心之人看的罢了。做戏做全套，望书社自然也是要搜查一番，才不至于露出破绽。裴明旭定是另有安排，想来是敲山震虎。王妃娘娘丢了御赐凤钗，如今宁华居已然是搜遍皆不见，殿下这才命奴婢们四处搜寻，打扰娘娘清静了。嬷嬷这是哪里的话呀？既是殿下吩咐，我自当配合。谢娘娘体谅。林嬷嬷眼中闪过了一丝赞赏，她带人将望书社的侍女太监所住的屋子匆匆地搜查了一遍，自然是什么都没有搜到。至于绿珠等有头有脸的侍女住的屋子，林嬷嬷连进都未进，只站在门口象征性地问了几句。现在望书社耽搁的时间差不多了，娘娘，奴婢们就先行告退了，还要去秋兰院看看。嬷嬷请便。宋昭月目送着林嬷嬷一行人离去，嘴角笑意渐淡。王灵如那儿才是这场戏的重头。秋兰院内，给侧妃娘娘请安。王妃娘娘的凤钗今日不慎遗失，奴婢奉命前来搜查凤钗。搜查？王妃娘娘东西丢了，来我秋兰院搜查，这是何道理啊？回侧妃娘娘的话，殿下担心凤钗落入旁人之手，这才命奴婢带人四处搜查，还望侧妃娘娘行个方便。方便？王妃娘娘今日无故责打我贴身婢女，眼下又要来搜我的院子，简直欺人太甚。我虽是侧妃，但亦是皇上圣旨赐婚，如今竟被王妃如此折辱，我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啊？说罢，他便作势要往柱子上撞去。身后的侍女婆子见状大惊失色，连忙上前拉住他。侧妃娘娘，您这是何苦呢？奴婢只是奉命行事，您若有什么委屈，大可去殿下面前诉说，何必如此想不开呢？我何苦？我宁愿死，也不愿受此等屈辱。这场面若是不知情的人见了，还以为是奴大欺主要逼死王府侧妃呢。宁华居正房，娘娘，不好了！皇侧妃她怎么了？快说！皇侧妃她要撞柱子，说是王妃娘娘要逼死她。好你个黄灵如，如今竟学起市井粗妇，玩起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走，去秋兰院，我倒要看看她要怎么个死法。刘月莹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也不顾王嬷嬷的阻拦，带着侍女婆子直奔秋兰院而去。裴明旭修长的手指在桌面轻轻敲击，眼眸微合，脑海中如棋盘般不断地推演着计划的每一步，务必确保万无一失。殿下不好了，王妃娘娘和皇侧妃闹起来了。裴明旭闻言，嘴角勾起了一抹玩味的笑意。果不其然，正如他所料，王氏狡诈多端，刘氏沉不住气，稍一挑拨便闹了起来。闹得可凶？回殿下，皇侧妃不肯让林嬷嬷搜查秋兰院，竟以死相逼。王妃娘娘听闻后便匆忙赶过去了。以死相逼？王生，盯紧各处出府的口子，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去。是，殿下。裴明旭站起身来，缓缓地踱步至窗前，望着京城的方向，嘴角勾起了一抹冷酷的笑意。来人，更衣，随本王去秋兰院。裴明旭带着福顺，大步流星地朝着秋兰院走去。他要亲自去添一把火，让这场大火烧得更旺一些。皇室，你如此失仪，成何体统？王妃娘娘，你如此折辱于我，实在是欺人太甚。你就不怕殿下怪罪吗？欺人太甚！哼！皇室，你几次三番挑衅于我，我都未曾同你计较，可如今竟然敢盗取我御赐的凤钗，实在是猖狂至极。王妃娘娘，你莫要血口喷人，我何曾……
裴明旭尚未踏入院门，便已听到院内传来了黄灵如的哭喊声和刘月莹的怒斥声，嘴角不禁扬起了冷笑。殿下到！殿下，殿下，您可要为妾身做主呀！哎，侧妃娘娘，您有话慢慢说。大庭广众之下，成何体统？刘月莹见黄灵如吃瘪，心中暗爽，她就知道燕王面冷心狠，黄灵如受宠也不过如此。皇室，你且说说，究竟有何委屈？为何闹得这般模样？殿下，您可要为妾身做主呀！王妃娘娘今日无故责罚妾身的贴身婢女，现在又说丢了凤钗，要搜查妾身的院子，这实在是令妾身倍感羞辱，无颜见人。侍女之事，本王会命人去查。至于搜查院子一事，乃是本王下令，与王妃无关。殿下，搜查院子一事确实委屈你了，待会儿便让人搜上一搜，若是没有凤钗，让王妃给你赔个不是。妾身谢过殿下。刘月莹则是脸色铁青，心中怒火翻腾，却不得不压制着怒火，扯出了一抹僵硬的笑意。邝脉图一定在秋兰院，他就不信找不到，否则要他给黄灵如赔不是，简直是奇耻大辱。去搜。半个时辰后，林嬷嬷回到了正厅，躬身禀报：回禀殿下，老奴已经秋兰院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并未发现凤钗。不可能！那快放肆！裴明旭的眼神冰冷，其中暗含警告，冷冷地盯着刘月莹。刘月莹心中一惊，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差点说漏了嘴，连忙将剩下的话吞了回去。殿下，既然已经还了妾身的清白，妾身也不要王妃娘娘赔不是，希望王妃娘娘今后莫要再像这样冤枉折辱妾身了。还是你懂事，王妃，你今日实在是有失体统，还不快向侧妃道歉？对不住。说完，刘月莹便朝着裴明旭匆匆俯身行礼，告退了。殿下，今日不如在秋兰院用晚膳吧。不必了，本王还有事要处理。那妾身恭送殿下。黄灵如目送着裴明旭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院门，脸上的笑容才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不明意味的光芒。这一局他又赢了，不光赢了刘月莹，还有燕王。娘娘，秋兰院那边闹腾了一场，最后竟是王妃给那皇侧妃赔不是而了结。殿下呢？可有说什么？殿下什么也没说，直到皇侧妃是个懂事的。宋昭月的眸光微闪，裴明旭这是想干什么？让刘月莹和黄灵如斗起来，还是让两人身后的势力斗起来？夜已深，宋昭月正准备歇下。殿下，您怎么来了？傍晚时，裴明旭让人传话，说今夜前殿议事便不过来了。情况有变，今夜可能会有些动静，我不放心你，所以还是过来看看。有殿下在，妾身什么都不怕。裴明旭身为燕王，身边的防护是重中之重，王府精锐皆随侍于他身侧。今夜不管何动静，裴明旭的身边是最安全的。殿下，一切皆按计划进行，狂脉图已然成功调换。秦王府细作手中不轻已是假图，而见过真图之细作已毒发身亡。很好，秦王府的探子务必盯紧了，别让他们断了线。殿下放心，属下明白。按原计划，将户部侍郎黄文俊乃是秦王的人，以及皇室是秦王安插在燕王府的棋子，透露给陈国公。是。书房内烛火摇曳，映照着裴明旭冷静的侧脸。他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不知在想些什么。翌日，娘娘，宁华居的丫鬟刚刚来了。来做什么？宁华居的丫鬟说，王妃娘娘身子不适，这几日免了请安。绿珠一边伺候着宋昭月梳洗，一边回答。宋昭月的动作一顿，免了请安，这刘月莹是转性了？难道是昨日在秋兰院颜面尽失，近日不愿见人了？宋昭月的心中疑惑很快就得到了解答。绿珠从膳房提上回来，
娘娘，您猜奴婢方才听到什么了？什么呀？昨夜王妃的宁华居进了贼人，王妃娘娘受惊病倒了。贼人？可有抓到？听说是跑了。昨夜王妃娘娘吓得不轻，院子里还死人了。闻言，宋昭月的心中一阵后怕，暗自庆幸还好昨夜裴明旭来了，不然他的心中隐隐觉得这贼人恐怕和之前偷到矿脉图的是一伙人，也不知裴明旭做了什么，竟将他们逼得狗急跳墙。想来这应该和裴明旭接下来的计划有关。秋兰院，矿脉图的事可有消息传回？暂时还没有消息传回，想来应该是顺利送出去了。只是什么？只是此次我们的人手折损严重，燕王府里如今只剩下零星几个探子了，今后传递消息怕是越发困难了。无妨，与矿脉图相比，折损些人手算不得什么。殿下会体谅的，还会给我等记功呢。是。好了，你先下去吧，去把银珠换来，还是让他给我梳妆。是。宁华居内，娘娘，您怎么了？可是梦魇了？王嬷嬷，我是不是做错了？娘娘，没事的，您现在改过也不晚。可是，娘娘，您先喝药吧。喝完药，娘娘安心睡吧，老奴就在这儿守着你。王嬷嬷，我知道你是祖父的人。王嬷嬷，我知晓你有能最快联系祖父的法子，我要你以最快的速度将消息传回去。矿脉图被盗，皇陵如嫌疑最大，让祖父好好查查皇府。王嬷嬷神色复杂地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姑娘，见她目光灼灼，一副笃定的模样。是。闻言，刘月莹缓缓一笑，闭上眼睡去。东宫，外祖父深夜来访，可是出了何事？殿下，请看。裴明宗接过纸条，仔细阅读，脸色也渐渐变得难看起来。好一个亲王，竟然把手伸到本宫身边来了。殿下，此事非同小可呀，我们必须早做打算。外祖父有何高见？当务之急是先将那矿脉图追回来，这矿脉图务必不能落入秦王之手，否则秦王可拿矿脉图做的文章可就太多了。好，就依外祖父所言。数日后，京城秦王府，启禀王爷，属下幸不如命，终于将密信送到。好，做得好。秦王接过密信，眼中闪过了一丝金光。这一路上可还顺利呀？回王爷，属下等一路遭遇成国公府的人马追杀，损失惨重，不过好在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成国公有了这图，本王要他吃不了兜着走。秦王他竟敢！殿下息怒，如今之计乃是抢先一步化解危机。如何化解？矿脉图已落入秦王手中，难道还能抢回来不成？殿下莫慌，臣内处尚有一份矿脉图之拓印版。拓印图？不错，有了它，秦王手中的那份变成了废纸一张。好，好，好，有了这张拓印图，能做的文章可就多了。殿下，当务之急乃是将此图献给陛下，若不知妥不当，还能反咬秦王一口呢。献给父皇，这可是今后给燕王挖坑的好东西。殿下，留着这图只会引火烧身的。眼前的要务还是对付秦王，切不可因小失大呀。那燕王那边，先拉拢燕王，在扳倒秦王之后，再徐徐图之。好，就依外祖父所言。只是该如何将这图自然地呈上去呢？您的舅母白氏，其娘家祖上乃是探金门出身，就让您舅舅以白氏的名义将此图献上。行，就这么办。殿下英明，这事不宜迟，老臣这就安排。
燕王府前殿书房内，殿下，依属下之见，此次的矿脉图应该已经落入秦王之手了。成国公老谋深算，行事果断，必定会弃毒而保全自己。殿下所言极是，若是探子能顺利将成国公府的图在献出前投出，那我们手中的矿脉图才能为燕北所用啊。就算探子失手，无法将图偷出，但经此一事，太子和秦王之间嫌隙加深，对我们而言也是百利而无一害。我们继续添柴加火，让他们好好斗上一斗。当太子与秦王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朝纲不稳，陛下定会再选一名皇子回京入朝，届时便是殿下的大好时机。诸位放心，大事徐徐图之，本王总有归京一日。我等愿誓死追随殿下。三人齐齐拜下，裴明旭满意的点点头。众人又商议了一些接下来的计划和安排。殿下，夜深了，您和杨长史还有2位先生辛苦了，先用些东西吧。殿下，您说这成国公府的矿脉图究竟是从何而来？是啊，殿下，这可是个宝贝，可遇不可求啊。自然是出自成国公世子夫人娘家江陵白家，至于怎么到手的，这就要问问成国公了。裴明旭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寒光，语气意味深长。成国公府的前院大书房，成国公正气定神闲地打着五禽戏。父亲，不好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啊！父亲，图不见了！什么？怎么会不见了？你昨晚将它收在何处了？孩儿昨夜将图藏于书房的暗格中，儿子明明锁好了，可今早打开一看就不见了。可曾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刘子贤仔细回想，昨晚儿子隐约听到院子里有猫叫声。猫叫？府里何时养过猫啊？成国公立刻命人彻查此事，果然发现端倪。一路查下去，最终的线索指向了秦王府。秦王安插在成国公府的探子昨夜盗走了矿脉图。消息传到东宫，裴明宗顿时勃然大怒。秦王，又是秦王！哎呀，殿下息怒啊！秦王欺人太甚，他竟敢派人潜入成国公府盗取矿脉图，传令下去，给本宫盯紧秦王府，一有动静立刻来报。这口气他不会这么咽下去的。一时间，东宫和秦王府之间的斗争再次升级，暗流涌动，京城风云变幻。秦王府书房内，殿下，户部侍郎黄文俊这几日因给户部拨银子一事，被陛下勒令闭门思过。秦王的心腹谋士张显语气沉重：太子之人，最近可是咬着黄文俊不放，借着给兵部拨款不及时之时，没少在父皇面前参他一本。太子此举定是已然知晓了黄文俊的身份。应该是这样。如今太子跟疯狗似的咬着我们，为黄文俊将他耍得团团转之人，更是下手狠辣。如此一来，黄文俊这枚暗棋在太子那里算是废了。黄文俊在太子那里是废了，但不代表在老五那里也废了。殿下的意思是？探子传回的消息，老五如今十分宠爱黄文俊女儿黄念如，只要黄文俊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本王的人，不与本王私下交集，他便还可以作为暗棋用在燕王府。毕竟黄文俊所在的户部可是人人都想插手的地方。殿下英明。黄文俊啊，黄文俊，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居然能将我那冷心冷情的五弟给迷得神魂颠倒。说起来，燕北银矿和铁矿一事安排的如何了？回殿下，如今正值寒冬腊月，银矿和铁矿所在之地皆是人迹罕至的苦寒之地，因此至少要来年春雪化完之后，方能派人前往采矿。不说那么多，待到开春，本王要看看这2座矿到底值不值得。望书舍内，
宋昭月正斜倚在软榻上，手中捧着一卷县志，认真地翻看着。书上说，燕北有辽阔的草原，牧民占了人口的约1/3，多集中在边境。燕北牧民饲养的主要是长毛羊，这种羊体格大，毛又厚又多，十分耐寒。冬日的暖阳透过了雕花窗棱洒进屋内，在地衣上投下了一片金色的光斑。一只雪白的狮子猫蜷缩在它的脚边，慵懒地打着盹儿，偶尔发出了几声轻微的呼噜声。狮子猫不足3个月大，名叫布噜，毛发柔顺，甚是亲人。燕北冬日严寒，他怕冷，便天天窝在屋内。裴明旭担心他闷，又知晓他喜爱狸奴，便特意命人寻来给他解闷。娘娘，宁华区刚才来人传话了，说是王妃身子已经大安，明日便恢复晨昏定省。上次的事，黄陵如明显占了上风，而且明面上他还有裴明旭撑腰，而刘月莹至今未同裴明旭破冰，按理说他应该更加谨慎小心才是。可他偏偏身子刚好便恢复请安，难道就不怕再次被黄陵如给下颜面吗？还是说他手里有什么依仗，能够让他有恃无恐？翌日一早，妾身给王妃请安，王妃万福金安。妹妹快快请起，不必多礼。宋昭月谢恩起身，在刘月莹下手的位置落座。他抬眸打量着刘月莹，见她虽然脸色尚有些苍白，但精神很好，眼里透露着一丝兴奋，与往日判若两人。宋昭月的心中更加疑惑，却猜不透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前殿书房，这是王妃刚差人送来的陈国公的亲笔信。信上，陈国公言辞恳切，字字泣血，揭露了皇家妇女的真实面目。殿下，果然与我们所计划的一般，皇室妇女的身份被太子挖出，这一下太子该着急了。殿下这些时日辛苦了，不枉殿下辛苦宠爱皇侧妃。奇怪呀，来人昨日便到了，这信王妃昨日就已收到，为何今早才拿来呀？哼，王妃之所以眼下才送来，自是要本王前去给她助威。本王这就去后院，让这出戏唱得更热闹些。看着裴明旭的背影，三人对视，皆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宋昭月同刘月莹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了快半刻钟，王陵如方姗姗来迟。王妃和宋妹妹在聊些什么呢？瞧着气氛这般融洽。刘月莹并未接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那眼神犹如一潭深不见底的寒潭。王陵如仿若未瞧见刘月莹的冷眼一般，敷衍地行了一礼，施施然地在宋昭月对面的位子坐下。他这一系列的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全然不顾礼数与尊卑，分明没将刘月莹这个燕王妃放在眼里。王妃娘娘，这几日妾身伺候王爷，实在来得及，所以今早便起晚了，还望王妃娘娘体谅一二。想来日后王爷若是留宿宁华区，王妃娘娘便能知晓其中辛苦了。宋昭月在一旁闻言差点没被惊掉下巴，这黄陵如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竟然当着刘月莹的面暗讽他和裴明旭至今未圆房。王妹妹伺候王爷辛苦了，是该上。多谢王妃娘娘。不过有赏自然有罚，皇妹妹行事乖张，目无尊卑，我身为王妃，自然要好好教导一番。来人，赏皇侧妃一本女则。皇妹妹今日便在宁华居跪着抄写，什么时候抄完，什么时候再起来。你敢？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动手！宁华居的婆子们面面相觑，王妃这是要动真格。我看谁敢！翻了天了！你们这些狗奴才，谁敢动我一下，殿下定不会饶了你们！闻言，婆子们想到了黄陵如今的盛宠，一时间进退两难，僵持在了原地，双方僵持不下。这是怎么了？参见殿下。殿下，您总算来了。王妃她欺辱妾身，求殿下为妾身做主啊！发生了何事？殿下，王妃她欺辱妾身。
罢了，玉展，还不扶你家主子坐下？刘月莹见裴明旭竟然还是如此的体贴黄灵如，心中顿时升起了一股不可置信。殿下，他是……裴明旭一个凌厉的眼神扫过来，刘月莹的声音戛然而止，犹如被人扼住了喉咙一般，剩下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求殿下为妾身做主啊！裴明旭没有说话，只是挥了挥手，示意伺候的丫鬟婆子们都退下。偌大的正厅只剩下了裴明旭、宋昭月、黄灵如和刘月莹4人。王妃，饮食或有随性之事，而言辞则需谨慎斟酌，无真凭实据，就莫要随意污蔑他人。祖父的信中明明写得清清楚楚，他和他的父亲根本就是……够了！他就是秦王安插在您身边的探子，他父亲户部侍郎王文俊乃秦王的人。王妃，说话要有真凭实据，不要信口开河。王妃这是何故？妾身自我入府以来，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王妃的事情，为何王妃要如此污蔑妾身？殿下，妾身父亲为官多年，从未攀附权贵，一心为国效力，为生命侍从，为何王妃还要如此诋毁妾身父亲？黄大人一心为国，这点本王自是知晓，只是……不撸，以后清晨终于可以不用去请安啦，能好好撸你了。娘娘，您给猫起名叫布撸，结果天天撸，可怜的小布撸啊，都要被您撸秃毛了。布撸，我们的小布撸，你喜不喜欢我撸你啊？就在这时，帘子被人轻轻地掀开，裴明旭走了进来。殿下，玉儿，早与你说了，不必如此多礼，都起来吧。自这小家伙来了，你眼中可尽是他。殿下说笑了。福顺瞧着2位主子依偎在一起亲密说话，忙领着一群伺候的人识趣地退了下去。宋昭月和裴明旭在榻上落座。殿下怎么这会儿过来了？引出不少先前隐匿极深的探子，如今除了父皇的和特意留下的探子，余皆已拔除干净。再者，皇室如今被禁足，他的人也一并被关在秋兰院，刘氏的人亦处于监视之中，轻易出不得宁华居。日后若有闲暇，我白日便能回来陪月儿用膳。殿下，你所言可是真的？那真是太好了。自然是真的，就这般高兴，日后我定会多陪陪你。确实高兴。好，月儿若是高兴，那便极好。殿下若欢喜，妾身亦是。裴明旭将宋昭月揽入怀中。为了唱今日请安的这出戏，我才立即取消请安。如今请安既已取消，日后你便可起得晚些，不需再冒着寒风去请安。还是殿下最好了。殿下心疼妾身，知晓妾身每日早起请安辛苦，特意免了这请安。妾身啊，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才能遇到殿下这样好的夫君。你呀，少给我灌迷魂汤了。如今皇室和刘氏定传信回京，我们只需稳坐钓鱼台即可。秋兰院内，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侧妃息怒，小心身子。黄灵如压下了心中的怒火，快步走向书案，提起笔来，奋笔疾书，快速写了封密信，务必将这封信尽快送出。娘娘，如今府里上下皆被殿下之人严密盯着，奴婢恐怕……怕什么？即便是豁出性命，也定要将这封信顺利送出去。今日请安，你也亲眼所见。如今我们身陷燕王府后宅，成国公有来势汹汹，若不早日将消息传回京里，尽快在燕王心中洗清我与父亲的嫌疑，你我2人必将万劫不复。燕王对付探子和细作的手段，想来你此前应有所耳闻。这封信必须尽快送到殿下手中，让殿下早日做出安排。奴婢明白，奴婢这就去办。说罢，他将信紧紧地塞入怀中，俯身后匆匆离去，只留下了黄灵如一人站在原地望着书案。
眼中满是阴霾。侧妃，趁热用些吧，莫要饿坏了身子。银珠，你速速将消息传回，务必让主子知晓。是，娘娘放心，奴婢定会尽快将消息传回给主子。银珠啊，你觉得宋侧妃如何？啊，娘娘说笑了。宋侧妃虽然脸生的美，然而寡淡无趣，如何能比得上娘娘您风情万种，将殿下迷得神魂颠倒？如今宋侧妃根本不得殿下宠爱，娘娘您无需将她放到心上。黄灵如听了，心中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安慰。今日在宁华居，宋昭月和燕王虽未有言语交流，但他却敏锐地捕捉到他们之间一个极为不易察觉的对视，那眼神绝非表面上那般冷淡，反那透着一丝旁人难以察觉的温情。黄灵如的心猛地一沉，一直以来他心底最大的不安皆来自于燕王。这么久以来，燕王虽常来他的秋兰院，但每次皆是来去匆匆，从不多言，更是从未在他这里留宿过。他真的如表面上那一般宠爱自己吗？京城秦王府，殿下，燕王府传回的信。这皇室果真是不负本王所望，将燕王迷得晕头转向。如今成国公与太子，怕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殿下英明，皇室自幼便聪慧过人，亦有深谙遇难之道。燕王殿下如今刚大婚不久，又怎能逃脱他的掌心？传令下去，按计划行事，务必助黄文俊洗清嫌疑。本王要让太子和燕王彻底决裂。接下来的10日，户部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户部的几名官员因办事不力或贪污受贿被革职查办，这些官员无一例外都是秦王一党。此次户部清洗，王文俊可谓是出了大力气，他还趁机举荐了几位寒门出身的官员补上空缺。此举赢得了景熙帝的嘉赏。景熙帝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扶持寒门，王文俊此举让他十分满意。王文俊一跃又成为了景熙帝跟前的红人。东宫，荒唐，简直荒唐！殿下息怒，气坏了身子，不值当啊！殿下，秦王与黄文俊联手演给燕王看这出戏。倘若燕王真的信了那黄文俊与秦王无瓜，那可就糟了。老五这个蠢货，平日里装的一副不近女色的样子，没想到竟然被黄文俊的女儿迷得神魂颠倒。如今眼下心忙，真是丢尽了皇家颜面。殿下，既然黄文俊的女儿能吹枕边风，我们不妨以此为入手啊！哎，都怪那姨娘不争气呀，笼络不住燕王啊！他本想着让刘月莹帮他偷取虎符，没想到他如此不中用，被一个侧妃压得无法翻身。如今别说是燕北军的虎符了，老五竟是被秦王给哄了去，真是废物。姨娘的事暂且放下，眼下更为重要的是笼络燕王。殿下所言甚是啊！既然燕王被色所迷，那本宫便给他送上大礼。燕王府望书舍后院厢房，娘娘，您要这些羊毛做什么呀？山人自有妙计。绿珠，让人把前几日准备好的草木灰水提过来。绿珠虽然满腹疑问，但还是乖乖照办。不一会儿，5桶颜色深浅不一的草木灰水就摆到了厢房之中。娘娘，这是……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宋昭月卖了个关子，将这些羊毛均分成5份，分别放入桶里，再拿木棒用力搅拌，轻轻捶打羊毛团。仆妇们不敢怠慢，纷纷抄起了木棍就开始搅拌。好了，先停一停，让羊毛在水里浸泡一会儿，效果更好。时间缓缓流逝，宋昭月时不时地查看羊毛的状态。差不多了，把羊毛捞起来，用清水洗净。清洗干净的羊毛被整齐地铺在木板上。宋昭月拿起一把带细米尺的梳子，仔细地梳理着湿漉漉的羊毛。厢房里烧着暖炕，梳理好的羊毛被放到上面烘干，不一会儿就变得蓬松柔软。就是它了。将这团羊毛纺成线。仆妇们都是做惯了纺织活计之人，很快便纺出了几团羊毛线。
宋昭月命人取来他让王府的营造司制作的针织器和毛衣针。娘娘，这什么呀？一个是针织器，一个是毛衣针，这是我从一本古籍上看到的，说是能织出神奇布料的工具。宋昭月拿起其中一个羊毛线团，将羊毛线在金属钩上穿好，接着便开始转动木架子上的把手。这也太神奇了！这可以做毛衣，专门用来保暖的。毛衣？绿珠等人还是头一次听闻这个词。他拿起做好的毛线套子，套在了布鲁的身上。看来布鲁很喜欢这件新衣服呢。宋昭月随即拿起了2根毛衣针和一团羊毛线，开始尝试以毛衣针织就毛线。宋昭月竭力地回想着针法步骤，然而半天过去了，也仅仅织出了一小节歪歪扭扭的毛线，活像一条扭动的毛毛虫。娘娘，这毛线针织出来的东西，怎能与那机器织出来的相差如此之多呀？这针法我还没琢磨透呢。娘娘，让奴婢试试吧。奴婢方才瞧着粘枝，看出了些门道。那好，那你试试。哎，白锦，你真厉害啊！奴婢较为擅长手上的活计，也学过些女工，没有想到今日倒是派上了用场。太好了，以后这针织毛衣的针法就交给你了。奴婢一定尽心尽力。我记得还有一种叫麻花的织法，还有一种叫渔网针的。宋昭月把自己记忆中仅存的关于毛线针法的知识一股脑地告诉了白锦。娘娘放心，奴婢一定好好琢磨，争取织出更好看的样式来。白锦认真地记下了宋昭月的话，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宋昭月瞧着白锦认真的模样，心中充满了期待。这小小的毛衣或许能在这寒冷的冬天为更多人带去温暖，亦能给燕王府带来白花花的银子。玉珠，你去吩咐下去，让他们以3号浓度的草木灰水继续清洗羊毛，洗干净了就纺线。是，娘娘。白锦，你试着织一件小的毛衣打个样。你看这小毛衣袖子是这样的，身子如同圆筒，领口这……白锦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用心记着，生怕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宋昭月耐心地讲解着，直到白锦完全明白为止。娘娘放心，奴婢一定很快能织好。我相信你。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午时。殿下，您回来了。今日何事如此开心？殿下，我今日得了一件好东西，正想给您瞧瞧呢。是什么好东西？白锦，将东西呈上来。白锦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几团柔软的毛线和一件小巧的毛衣。布鲁身上穿的就是这个？此乃用羊毛纺成的线织就而成的，我便叫它毛衣。羊毛？这是羊毛线，用处理干净的羊毛纺成的。这件小衣服和布鲁身上穿的，皆是用着羊毛线织成的。这羊毛衣保暖效果极佳，且造价比皮毛所制的衣服便宜许多。妾身从县志上看到，燕北之地有辽阔的草场，牧民众多，饲养的长毛羊每年能剪下许多羊毛。今后牧民们可纺羊毛线，织成毛衣后，既能自己穿着，也可卖到其他地方，换取一些收入。更为重要的是，王府堆积的那些羊毛能够得以利用，换回银子。裴明旭越听眼睛越亮，接过那件小毛衣，细细打量起来。燕北地处苦寒之地，羊毛产量丰富，但因难以清洗，除了少量干净的羊毛用来制作地毯之外，其他的都只能做粗糙的毛毡。可即便如此，仍是有很多羊毛闲置无用。如今燕王府的仓库里竟堆积有10万斤的羊毛。你是如何将羊毛洗得这般干净的？宋昭月便将草木灰水清洗羊毛的方法详细的说了一遍，接着他又让白锦取来了针织器和毛衣针，一样样的演示给裴明旭看。月儿真是大才。他仿佛已经看到了燕北的百姓，人人都穿着温暖的羊毛衣，再也不惧寒冬的景象。裴明旭越想越激动，连午膳都顾不上吃，便让福顺拿上东西，匆匆回了前殿。前殿，裴明旭负手而立，眉宇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和得意。他脑海中浮现出了宋昭月方才说王府羊毛换回银子时的认真模样，心中一片柔软。月儿总是这般的贴心，想着他。王爷，杨长史张先生尤先生到了。
让他们进来吧。下官参见王爷。属下参见王爷。免礼。殿下，不知您急召我等前来，有何要事啊？托盘上放着一件小巧精致的毛衣，还有宋昭月方才为布撸织的毛线套。除了毛衣之外，托盘上还放着一团柔软的毛线，以及2根细长的木棍。殿下，这是宋侧妃想出来的新鲜玩意儿，羊毛线和毛衣。毛衣是用羊毛线织成的衣物，保暖效果极佳。哈哈，妙啊！殿下，若是能将这毛线推广开来，那王府库里堆积如山的羊毛便有用处了呀。是啊，有了这毛衣，军中将士们的御寒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了。各位所言极是，本王也是这般想的。宋侧妃已经将这毛线织法交给了府里的侍女，想来很快便能教会更多人织毛衣。此外，这个针织器的制作图纸，宋侧妃亦已给了营造司。王爷，这毛衣固然是好，可这羊毛如何清洗啊？下官担心成本太高啊。这是宋侧妃整理出来的清洗之法，杨长史一看便知。杨修元连忙接过，展开一看，竟如此简单，只需草木灰与清水即可。正是。宋侧妃娘娘真是聪慧过人呐，竟能想出如此简单的好法子。是啊，用这法子清洗羊毛，成本低廉，易于推广。宋侧妃娘娘可真是奇思妙想啊！想不到这普普通通的草木灰竟有如此妙用，宋侧妃娘娘真是心思巧妙，令人佩服。是，这清洗羊毛需要用到大量清水，可我燕北之地河流并不多呀，尤其是那些草场，不知宋侧妃娘娘可有好法子呀？裴明旭回了望书舍，却未见宋昭月迎上来的身影。你主子呢？回殿下，娘娘午膳过后便去了小书房，说是要去画些东西。宋昭月画完最后一笔，放下笔，揉了揉有些发酸的手腕，这才发现裴明旭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殿下，您回来了。来了有一会儿了。裴明旭晃了晃手中的图纸，眼中满是赞赏。这些都是你下午画的？妾身也是突发奇想，觉得这样或许可以提高效率，节省人力。玉儿，你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你又一次帮了我一个大忙。能帮上殿下，妾身就高兴。裴明旭的心中感动，一把将宋昭月揽入怀中，紧紧地抱着她。宋昭月将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上，嘴角向上勾起，他的谋士之路顺利地踏出了第一步。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醒了。殿下今日怎么？今日带你一起去前殿。可是妾身去前殿会不会不太好？前殿来往的皆是殿下您的文武属臣，妾身一个妇道人家。有何不好？我的月儿聪慧过人，如此大才，岂能埋没在这后院之中？那妾身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快起来梳洗吧，莫要误了时辰。早上过后，裴明旭便携着宋昭月朝着前殿而去。书房内，这位乃是本王的侧妃宋氏。下官见过王爷，见过宋侧妃。属下参见王爷，参见宋侧妃。将图纸拿来。是。杨大人，你看看。杨修元双手接过图纸，展开一看，只见上面画着一些奇形怪状的图案，旁边还有簪花小楷，标注着密密麻麻的文字，字迹娟秀，显然是出自女子之手。真是妙啊！想不到这世上还有如此精妙的设计。若是能将这工坊建成，那清洗羊毛耗水的问题便可彻底解决了。这些图纸皆是出自侧妃之手。侧妃娘娘大才呀！是啊，侧妃娘娘真是蕙质兰心，令人佩服。诸位谬赞了，妾身只是略尽绵薄之力罢了。若是诸位对图纸有任何疑问，尽管提出来，妾身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侧妃娘娘，此处
为何要如此设计啊？可是有何深意？杨大人有所不知，此处设计成这般模样，他声音清脆悦耳，条理清晰地将自己的设计理念娓娓道来。杨修元等人听得连连点头。接下来的半个时辰里，杨修元等人将图纸从头到尾问了个遍，宋昭月也都一一作答，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令众人听得心服口服。杨大人，你全权负责羊毛工坊一事，张先生和尤先生从旁协助，尽快选址建成工坊，开始清洗羊毛。是，殿下。殿下，这清洗羊毛的方子事关重大，臣以为前期还是不要轻易泄露为好。不如给他取个别的名字，就由侧妃来取个名字吧。既然是用来清洗羊毛的，那便叫它洗羊药水如何？洗羊药水。众人咀嚼着这个名字，皆觉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王爷，王统领求见。让他进来吧。王生大不留心地走进了书房，一眼便看到了坐在上首的宋昭月，眼中闪过了一丝诧异。属下参见殿下，见过侧妃娘娘。何事？王生并未答话，目光却是有意无意地扫过了宋昭月。此处并无外人，有话但说无妨。殿下，京城有消息传来，我们的人已经顺利进了户部。恭喜殿下呀！恭喜王爷，贺喜王爷！一切皆在按照他们的计划稳步推进。此次借助黄文俊自证清白，终于得以在户部安插了自己的人手。进入户部的这几人皆是有才学之士，迟早能够登上户部高位。宋昭月在一旁听闻此言，心中微微一动。裴明旭分明是将黄灵如和刘月莹利用了个彻彻底底。户部之事既已攻城，黄文俊既已入局，那便要让他再无回头之路可走。他既已对秦王之人动手，那便要让他与秦王真正决裂。殿下英明，如今在世人眼中，黄文俊已然得罪了秦王，但其女乃殿下侧妃，自然需仰仗殿下您的庇护。而黄侧妃那边，杨大人有何高见？殿下，如今黄文俊既以为取信于您而对秦王之人动手，那咱们便该给他些甜头，吊着他。殿下，微臣以为殿下需大张旗鼓地宠爱黄侧妃，且命人往京城的皇府送上厚礼。如此一来可以安抚黄文俊与秦王，二来也能让太子那边更为着急啊。殿下，人越是着急慌乱，这办事就越容易出错呀。本王明白了，此事自有安排。杨修元还想再劝，却被身旁的尤杰扯了扯衣袖，示意他无需再劝，只好识趣地闭了嘴。宋昭月含笑旁听，似乎没有注意到杨修元和尤杰之间的动静。他初来乍到，还是多听少说为妙。时间久了，杨长史他们自会知晓，她不是那等会乱吃飞醋的女子。皇室的事，你莫要担心，眼下我尚不会放他出来。妾身明白，殿下自有安排。我会依杨长史所言，厚赏于他，并安排送一份厚昼年礼入京。玉儿，清洗羊毛一事，你立了大功，但此次我并不能厚赏于你，给安阳侯府的年礼亦是寻常。你的功劳，我皆会记着，日后定不会少了你的。殿下放心，妾身晓得，妾身不吃醋。殿下，安阳侯府的年礼可以不送吗？这千里迢迢的送到京城，太耗费人力物力了，还不如哪日回京后一并补上。傻瓜，这年礼可关系到你的颜面。你想想，皇府收到了厚重年礼，而安阳侯府却没有收到，世人会如何想你？这几日府里给父皇送年礼的队伍正要出发，给安阳侯府的只是一并带上，并不多事。好吧。玉儿，王府虽缺银子，却不至于缺这份年礼的银子。他知晓玉儿与安阳侯府的关系不睦，却未料到竟是如此这般。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安阳侯府真是好样的。奴才给娘娘请安了。福公公，快请起。
今日是何风把你给吹来了？回娘娘的话，殿下呀惦记着您呢，特地命奴才送些物件来给您解解闷儿。哦，这些呀皆是殿下亲自挑选的，在后院之中，因为有娘娘您会有此等殊荣呢。殿下说了，他知晓啊您受委屈了，但还请您再忍耐一段时间，待事情彻底查清楚喽，自会还您与黄大人一个清白。这段时日啊，还劳烦侧妃娘娘您呢，在院子里好好休养，切莫胡思乱想。傅公公，替我谢过王爷，就说我会好好待在院子里，等着王爷还我和我父亲一个清白。娘娘，这是今年府里给京城侍郎府上送上的年礼，您瞧瞧。王灵如接过礼单，打开一看，上面所列之物不少皆是父亲喜爱的名画与名墨，一看便知是用了心思的。他心中稍安，看来裴明旭还是相信他和父亲的，只是仍有一些怀疑。给皇府的年礼可比成国公的只少了1成，比安阳侯府的呀可是多上不少呢。多谢殿下，殿下费心了。啊，那奴才就不打扰侧妃休息了，奴才告退。福顺见自己的目的已然达到，便躬身退了出去。王灵如看着满桌子的珍宝和礼单，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几分。这一厢，刘月莹知晓了裴明旭突然后上了秋兰院，气得怒火中烧。嬷嬷，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下去。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宋昭月和裴明旭用过晚膳。福顺，殿下。裴明旭接过了锦盒，递至宋昭月的面前。这是送给你的，你打开看看，喜不喜欢？这是……喜欢吗？殿下，这可是皇后才能佩戴的九尾凤钗，我喜欢吗？殿下，这凤钗可是僭越的大罪啊！傻瓜，放心，这凤钗来路正当，乃是父皇当年赐予我母妃之物，且是过了明路的。当年宫里可是有忌当的。当年此事知晓的人不多，母妃临终前将它留给了我，让我日后将它送给心爱的女子。你喜欢吗？喜欢，妾身爱于性命。自打入府以来，裴明旭未曾负过他，对他一直很好，身边亦无二色。他既已入了燕王府，此生注定同裴明旭纠缠不休。翌日，宋昭月从睡梦中悠悠转醒，只觉得浑身酸痛无比，仿佛被拆散了重组一般。忆起昨夜的疯狂，宋昭月的脸上悄然浮起了一抹红晕，心中暗自懊恼，昨夜着实不该任由裴明旭胡闹，非要折腾至3更半夜。娘娘，你醒了，可要起身？浴房里香汤热气腾腾，宋昭月缓缓地滑进浴桶，温热的水流包裹着身体，酸痛之感总算是得到了缓解。娘娘，您说殿下对您如此宠爱，怎么您到现在还没……子嗣这种事情也要讲究缘分的，急不得。他身子骨尚未彻底长成，加之入府的日子尚短，可不想这么快就生孩子，至少还要等到明年下半年，或是后年年初再说。坤宁宫内，皇后接过了嬷嬷手中的信笺，信是刘月莹亲笔所书，字里行间皆透露着哀求与期盼，只为求得皇后手中的一味秘药。那秘药极为霸道，能使男子自然情动，且难以自持，事后亦不会察觉出异样。更为关键的是，女子借此秘药便可一举夺男。当年皇后便是借着此药，在云贵妃与陈妃的夹击之下，才顺利地诞下了太子，稳固了后位。真是个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留着还有什么用？他原本指望着刘月莹能够帮他拿到虎符，却未曾想到他如此的不中用。如今看来，只能另做打算了。殿下，您看，这便是工坊清洗过后的羊毛，以及用羊毛纺成的线织成的毛线套。清洗的效果如何？回禀殿下，目前工坊1日可清洗羊毛1000斤有余，然而纺线的速度却要慢上许多。
每日不过500斤。臣一命营造司打造了大小不同的针织器，用这些针织器制成大小不一的毛线套，然后再由妇人将这些毛线套缝制在一起，便可做成一件毛衣。虽说不如用的毛线针织出来的美观，但胜在制作起来极为便捷快速啊。月儿打造的这个针织器果然不凡。陈命人也用毛线针织了一些毛衣，用这种法子织出的毛衣更为合身保暖。但目前会针织之人并不多，因此还需劳烦侧妃娘娘的侍女一段时间，以便将这针织毛衣的法子传授给更多的人呐。杨大人客气了，就按您所言，让白锦再教一段时间吧。白锦前些日子便被杨长史借去了城外的庄子，在庄子上教导众人的针织之法。想来再过些时日，织毛线这门手艺便能广泛的传授开来。杨大人，你便再建一处工坊，尽快将府中堆积的羊毛处理妥当，来年开春便可大力推广清洗羊毛之事。殿下，这目前纺线的速度怕是跟不上羊毛清洗的速度呀。如今仓库里已经堆积了不少清洗好的羊毛了。不若这般，何不将这些清洗好的羊毛分发下去，让人领了回去纺成线，再交还回来？如此一来，我等只需支付些许工钱便是。这纺线的活计，大可交给军户家的女眷去做。娘娘这主意甚妙，如此一来，既能解决羊毛堆积的问题，又能让军户人家多一份收入，可谓是一举两得呀。至于发放工钱的银两，大可将这些羊毛线售卖出去，无论是城中那些大户人家，还是漠北的商队，想来都会对这些保暖的羊毛线颇感兴趣的。这样既能最快速度的消耗羊毛，又能换回银子，还能逐渐将羊毛线和毛衣推广出去，岂不妙哉？可谓是一举三得。侧妃所言极是，既能解决燃眉之急，又能惠及军户，一举两得。他旋即转向了杨修元，便依侧妃所言去办，先从距庄子最近的军屯起始，将清洗好的羊毛分发下去。是，臣这就去安排。羊毛之事，还需诸位齐心协力，务必办得妥当。杨修元三人退下后，书房内仅余了宋昭月和裴明旭二人。月儿辛苦了。能为殿下分忧，是妾身的荣幸。窗外寒风呼啸，屋内却是春意盎然。安和军屯与羊毛工坊所在的庄子相距不过3里之地，起码不过1炷香的时间。军屯依山傍水而建，远远望去一片灰瓦白墙，甚是规整。安和军屯内2000军户世代居住于此，守卫着大盛朝的边疆。冬季严寒，滴水成冰，无法外出劳作。军户家的老人、小孩和女眷只能躲在家中猫冬，做些室内活计，以此打发漫漫的长日。为了节约钱粮，不少人家一日仅食2顿，1顿稀粥，1顿干饭，甚至还掺杂了不少晒干的干菜，勉强得以果腹。这日，安和军屯的管屯官们敲响了军屯的大钟，3声沉闷的钟响在寒风中回荡，传遍了军屯的每一个角落。哎，这怎么了？怎么突然敲钟了？不知道啊，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别瞎说，这是3声长钟声，定是有事情要宣布。一户人家的木门缓缓打开，一名身穿粗布袄裙、身材瘦削的妇人走了出来。她回身对着屋内说道：“娘，您带着孩子在屋里待着，我去看看就回来。”妇人刚走了没几步，便遇上了熟人。哟，这不是李家媳妇吗？这是去哪儿啊？皇家嫂子，您这是去哪儿啊？嗨，这不是听到钟声了吗？过去看看，说不定是什么好事呢。能有什么好事啊？还不是那些老生常谈，让我们安心在家待着，别给家里爷们添乱。我听说啊，这次好像不一样，好像是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呢。什么大事啊？这我可就不知道了，我也是听别人说了一嘴。那咱们赶紧过去看看吧。前殿书房内，月儿，这账册你看看。殿下，这羊毛线的生意竟如此火爆，这才几日，库存便已售罄，这账上已有数千两银子了。
这羊毛衣轻便暖和，比这棉袄舒服100倍。这羊毛线更是供不应求。这云硕城的贵人，如今谁不想拥有一件羊毛衣呢？这都是你的功劳，你是我的福星。那殿下要如何奖励妾身呢？月儿，想要什么？殿下，妾身听闻正月15云硕城有花灯会，还有舞火龙，可热闹了。哦，月儿想去？想去看花灯，亦盼着能和殿下一起去走百病。走百病？听闻正月15这天，有情人一同过桥，便能消灾驱病，1年内皆可健健康康的。好，正月15，我定陪你去。真的啊？绝无戏言。那殿下只能陪妾身一人，即便要做戏，带上他人亦是不可。放心，正月15只陪你。好不容易出府游玩，他可不愿与黄灵如和刘月莹一同演戏。殿下，妾身想到一事。怎么了？妾身方才突然想到，这羊毛衣在燕北乃是新鲜物件，且保暖性极佳，咱们是否该为陛下和皇后娘娘各织一件毛衣，紧急送往京城？这羊毛生意日后定会越做越大的，送羊毛衣至京城，一来可表殿下孝心，二来也可提前让陛下知晓，以免日后再生枝节。好主意，到底是女子心系，我即刻吩咐人去办，挑最好的毛线，织2件，务必以最快速度送往京城。妾身这就画个样式，让白锦照着织，她手也好。宋昭月言罢，便起身行至了书案前，铺开宣纸，提笔作画。月儿，你当真是我的贤内助。殿下谬赞了，妾身不过是想为殿下尽一份心力罢了。图纸画好后，裴明旭命抚顺亲自送去的羊毛工坊，命人加急赶制。殿下，妾身方才细细思量了一番，这羊毛之动静，或许远超所料。月儿，此话怎讲？殿下，江南素来富庶，虽地处南方，然冬季湿冷难耐。倘若这羊毛线与羊毛衣能销往江南，必定畅销无阻。羊毛线之市场可谓广阔无垠。殿下，羊毛线之利润惊人，既有广阔市场，又有高额利润。商人向来逐利，这羊毛产业或许能成为燕北的支柱产业之一，绝不逊色于江南养蚕缫丝织业。世人皆知江南富庶，除却江南乃鱼米之乡外，江南地区之丝织业亦是功不可没。故而羊毛产业牵涉甚广，若发展起来，势必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妾身愚见，殿下不妨早日将此事密报陛下，也好早做打算。月儿所言极是，此事的确需要从长计议，我需尽快上书父皇，将此事禀明，也好早做安排。只是这密折该如何书写，还需仔细斟酌一番。殿下，还有一事须得早做打算。这羊毛利润如此惊人，若百姓皆弃耕种而逐利，恐燕北之地粮食不足，反受其乱。月儿可有良策？不如将清洗羊毛的法子牢牢握在手中。宋昭月微微一笑，道出了心中所想。殿下，草木灰之所以能清洗羊毛，乃是因其中还有一种名为碱之物，可将此物从草木灰水中直接提取出来，制成粉末，由燕王府将这粉末平价售予燕北百姓。一户凭着户帖，1年只需买够清洗10斤羊毛之粉末，百姓家中剩余羊毛便卖给王府或其他清洗羊毛之大户人家。至于大户人家需要粉末，则需要从燕王府高价购买。善，握住了清洗羊毛的法子，既可以让燕北百姓从羊毛中获利，但获利不至于弃耕养羊，同时还能拿捏不少想分一杯羹之人，控制羊毛业之利润，同时能让拥有大量土地之权贵也不至于弃耕养羊。殿下，如此一来，清洗羊毛粉末的方子不外泄便至关重要。因此这制碱的工坊不如就建在王府之中，如此一来，方子便可万无一失。言之有理，就依月儿所言。至于这碱，不如就换作洗羊毛药粉吧，简单易懂又具迷惑性，让旁人以为是某种药材制成的。好，就叫洗羊毛药粉。这制碱的工坊说来亦简单，主要只需要2步即可。第一步便是获取大量草木灰水，
第二步则是将过滤后的草木灰水蒸干，便可得到碱。正好用于蒸干草木灰水所烧剩下的草木灰，又可以作为原料来利用。之前参与施制药粉的那些仆妇早已先去王府，正好安排他们到工房上工。线下工房那边，当初草木灰水便是单独设在一块区域，除了选定的中心之人，外人一概不得入内。眼下这些人，先让暗卫盯着，待王府工房建立好后，便将他们也一并调来。至于工房制草木灰水之处，便派暗卫彻底拆除。殿下英明，如此一来，既可保密，又能为王府工房寻得工人，可谓一石二鸟。月儿过誉了。殿下，妾身便先将工房的图样设计出来，也好让工匠们早日动工。窗外寒风呼啸，室内却是温暖如春。两人之间的默契与温情，仿佛能将这冬日的寒意驱散殆尽。也不知过了多久，宋昭月终于是放下了手中的笔，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了。殿下，您看看，可还满意？裴明旭接过图纸，仔细端详起来。月儿心思之巧妙细致，着实令人叹服。殿下过誉了，妾身不过是尽自己所能罢了。这些时日在前殿待下来，他发现裴明旭乃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主，有功必赏，有错必罚。不论赏罚，王府属臣都对他十分信服。裴明旭将工房图纸交给了杨修远，并他安排营造司之人依照图纸所示即刻动工，以现有的院子改造工房。什么？父皇竟然将御药房的灵犀九转丹和续月膏都赐给了老五？殿下息怒，不过是些许药物罢了。燕王击溃了鞑靼右部，俘虏右贤王达尔昆，立下赫赫战功，且如今又千里迢迢送年礼入京。陛下慈爱，赏赐些东西，实属情理之中啊。如今老我在父皇心中的地位，怕是比姑这个太子还要高了。坏祖父，姑刚解了禁足，前日又被父皇一顿痛斥，这朝内外不知多少人看姑的笑话。父皇如今对姑何曾有慈父之心？殿下慎言呐！殿下不必担心，陛下就算再如何喜爱燕王，也断不会将那皇位交授于他的。坏祖父此话何意？殿下不必知晓缘由，只有记住老臣的这句话便好了。我们的大敌从来都不会是燕王，一直是那秦王。可恨！如今老我色迷心窍，偏偏独独宠爱秦王安插在他府中的探子。上次让母后出手，想给他送去几个美人，却被父皇拦了下来。殿下莫急，如今已是年底，距离来年开春也不远了，再等等也不急于一时。不如这段时间让皇后娘娘好好挑选几位品貌出众的女子，精心调教一二。可万一这段时间那皇室有了身孕，父皇会不会同意赐下美人呢？殿下放心，皇后娘娘准备的美人一定会赐下的。他语气笃定，似是对成功赐美一事有着十足的把握。秦王府书房内，殿下，燕王府的曾诚奉燕王之命送礼进京，今日进宫面圣，陛下龙颜大悦，赏赐诸多好物。眼下太子怕是在东宫气得暴跳如雷了吧？也不知待成国公府与皇府的年礼送完，太子会不会被气得吐血三升？殿下所言极是，太子殿下近来诸事不顺，怕是又要气急败坏了。对了，宫中可有何消息传来？回殿下，宫中探子传出消息，皇后娘娘曾有意给燕王赐美，以分皇室之宠，却被陛下阻拦。但皇后娘娘似乎并未死心。皇后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殿下，我们要不要在其中想办法安插一名自己的人？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就借着皇后的手，在燕王府里再安插一个钉子。不过，此事务必瞒着皇室和黄文俊，明白了吗？是，属下明白，定会谨慎行事。